特别希望呢，今天我们对现有的 system、现有的体系做一个 critique， 不要满足于我们在教科书里学的东西，不要满足于老师给我们讲的东西。我也不是什么老师，我只是一个搞投资研究搞了很久的人，正好做了这行，做了20多年。那我希望呢，就是说，把我自己实践里头总结出来的，尤其是呢，跟这个现有的系统不一样的，或者说我们观察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写了很多周期的东西，其实呢，周期的东西啊，我们周金涛先生呢，是我们中国做这个周期研究的这个最深入的一个人吧，就是他很系统的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啊。但是呢，对于周期的研究呢，经济界呢已经持续了150多年，甚至200年啊。大家一定知道有一个叫太阳黑子理论，最近我在这个我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个那个太阳黑子的那个图哈。现在我们正在第22个太阳黑子周期的下行周期，正好就是说赶上我们中国自己的经济的放缓，正好赶上美国冲顶很可能开始放缓。为什么我们觉得美国要放缓呢？很简单哈，因为现在14%的 S&P 就是标普500指数的 EPS 的 growth， 大概有14%啊，大概有7%左右，就是50%的 EPS 的 growth 呢，是来自于川普的减税。那么想象一下哈，就说川普今年减税产生了一个 one-off 的效应，他可以每年接着减税吗？不可能的。在中期选举之后，同志们想象一下，在中期选举之后，很大的概率川普同志是要 lose 一个 house 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当民主党上台的时候，川普的减税的这个 initiative， 还有他这个基建这 infrastructure 的 spending 的 initiative， 所有的这些计划呢，都会被民主党阻挠的啊，因为美国赤字太大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标普 EPS 冲顶的，或者说这个 EPS 呢，回到了大概是10年经济刚刚复苏的时候的这个高度。那么有一半的这个高度呢，是通过很多一次性因素产生的，明年很难持续。所以呢，我正好呢写了这个周期哈，太阳黑子理论150年前老杰文斯先发现的，杰文斯是第一个把太阳黑子理论联系到经济活动上头去的。他发现经济大概7到11年出现一个波谷到波顶再回到波谷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这是老杰文斯的一个 observation。他的小孩杰文斯 Junior 啊，小杰文斯，在他老爸做完了这个中周期的研究后，他发现经济每3.5年有一个小周期，这就很奇怪啊！你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社会，而且每天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很快。周期它本来它的 imply 是什么呢？周期 imply 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啊，它翻来覆去的、循环的、不断的，以一定的时间频率往前发展。每隔一段时间频率，我们 observe， 我们观察到一个类似的现象，这是一个周期。只有农业社会周期性是最明显的，只有在农业社会，我们才会看到，或者说不是才会看到哈，就是说我们应该会 observe 到一个非常 cyclical 的 economy。收成好，今年收成好，因为这个风调雨顺哈。为什么我们中国农民特别create了各种土地神呢？然后去崇拜他们，因为风调雨顺的话，我们经济就好；风不调雨不顺的话，那么我们农业欠收的话，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农业社会是一个非常 cyclical 的社会。到了今天，甚至我们中国自己哈，如果你看这个 GDP 的构成的话，我们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成长大概70%来自于 consumption。为什么 ？Importantly， 为什么我们还会看到经济以一个既有的周期性的规律在前进？这个很耐人寻味啊，对吧？我们工业化、后工业化的社会，甚至我们进入了第4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应该看到的是一个经济周期被熨平的社会。我们经济里头 create 了这么多央行啊，这个美联储的产生，中国央行的产生，就是为了
熨平，用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的政策呢，去熨平经济周期里头的波动。We've done all this stuff。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东西，最后我们还是发现呢，经济的周期性的规律，虽然经济的起伏就是说它不像以前那样大起大伏，为什么我们经济呢还有这种巨大的周期性？我希望呢，通过这个分享呢，我们去深究周期的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我先把答案撂在这里，是预期的改变。等一下我们会讲，慢慢讲这个东西。对于周期的研究刚才我们说了杰文斯的太阳黑子理论很玄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说太阳的活动影响了气候的变化，影响了庄稼的收成。由于以前是农业社会，庄稼的收成直接影响到经济的运行。再往前推，我们中国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周期性预测的最牛的经典著作易经。易经的第一卦什么飞龙在天，把这个经济周期全部预测了一次，从这个经济的衰退、复苏、繁荣、见顶，然后萧条，然后再进入下一次衰退。第一卦把所有的这个轮回全部预测了一次。再不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史记这个中国的这个 historical chronology。我们看到的是司马迁同志呢，他把木星的年表和中国的五行结合在一起，向大家描述了一个12年，注意12年经济运行的，或者说农业经济运行的周期。淮南子大家很熟悉这些著作，什么盐铁记，基本上每3年一个小周期，每12年一个中型周期。因为以前这个古人的这个寿命比较短大概40岁左右所以呢12年它算是一个长周期。那么再长的周期所以比如说年代的更替当我写这个经济周期的时候，有人说你忽略了一个政治的周期。但是我们知道经济的基础决定了上层的建筑，所以政治的周期归根结底它还是一个经济周期。好，大概是这样。所以呢周期的变化其实最根本的是人的预期在改变。今天的这个课呢，第一我们希望讲清楚周期是什么东西，怎么样去 measure， 然后我们怎么样自己就对于这个非常 technical 的朋友来说，我们怎么样用自己的模型我也喜欢用 Excel， 很多人用什么 Stata 用什么 MATLAB 之类的东西它可以 program， 自己可以 program 一个程序去 measure， 去 quantify， 去量化周期的运行。然后呢我们再讲去怎么样去 measure 情绪的变化，市场情绪的变化。这个是我今天最想讲的东西。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basic。 这个线我们上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往上走一个 supply curve 自变量是我们的 quantity， 市场的成交的量，因变量是我们的 price 我们的市场的价格。所以呢市场需求越多呢，我们价格就越高。那么同时呢蓝色这条线我们的 demand curve 我们的需求曲线。在这个曲线里头，我们的这个价格越低呢，我们想要买的量越大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教科书的理论。但是这个图有什么很明显的错误吗？在这个图里头，平衡是静态的，平衡不会动。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很有意思第一，买卖双方它的预期是不会变的。我们在这个图里头怎么样 measure 预期？我们用斜率。什么是斜率？斜率就是 price 对 quantity， 就是价格对于成交量的敏感度，这就是我们的预期。对吧？如果你成交量越大，我的价格越高。所以呢这个图向大家展示的是，在这个成交量的每一个点上，它的价格的预期都是一致的，它从来不会变，这根本就不可能的，跟我们实际在市场中观察到的现象完全相反。这是第一个 What's wrong with this picture？ 第二个经典的理论告诉我们如果量上去的话呢 supply 的人呢他会给你们更多的 supply， 所以呢它的价格不断的升高，随着价格不断升高，它的供给量不断的放大。那么这个刚好减少那如果你 price 在这一点的话，那么它的需求是这样，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巨大的 gap， Q1 和 Q2 有个巨大的 gap， 什么意思呢？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我们人为的把这个价格控制在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市场永远没有办法出清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房地产市场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的现象，政府出来的限价的措施。那最后这一块怎么样？这一个 gap， 这个 supply 的量怎么样去 clear 呢？大家就拿着这个几千万排队摇号买房就是这么产生的。
但是在这个市场上，由于所有的人他的预期都是一样的，买方卖方对于前端价格预期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图是不会变的。所以这个图只有2种可能性，第一就是它永远不 clear， 像这种情况，或者呢它一下子很快的迅速的，因为所有的人的预期都是一样啊。想象一下，这个新财富消息出来之后，大家觉得这个值200个点，这个消息咵一下这个股票打上去，瞬间到位，然后到了这个均衡点，一旦达到了均衡点 forever 停留在了均衡点上，再也不会移动，因为预期不发生变化，它变成了一个静态的市场。有可能吗？不可能。这是一个要不就不出清，要不一出清就永远没有机会的市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看一下实际的我们在市场上观察到的例子。我们把我们中国 A 股市场这个上证的换手率和我们的这个市净率，就上证的市净率为什么我要市净率呢？因为 PE 不一定总是能算得出来，但市净率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市场的价格，这个是我们市场的量，成交的量。我们看一下这一条需求曲线很有意思，这条需求曲线是往上走，看到吧？刚才我们经典的教科书的需求的曲线是往下走的，量越大价格越低，价格越低我的需求越大，我对量的需求越大。我们实际观察到的例子是它的市场的换手率和市场的价格成一个正比的向量，这个市场价格越高，我们成交的量就越大。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2015年5、6月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市场曾经是全世界成交量最大的市场啊，好几万亿啊！现在这个说是地量要1000亿了这个上证说要1000亿了，但是呢，以前是2万亿的市场，以前是所有全球成交量最大的市场。我们的期货市场成交量更大，当时呢，这个股指期货一天成交3万多亿。所以我们中国市场是一个很经典的行为经济学的实验的场所。我们中国的金融市场向各位展示出一个非常经典的追涨杀跌的一个 short-term momentum 的市场，而且这个 short-term 这个短期的价格的势能 momentum 它会 persist， 在3个月之内它会不断的 persist。 所以呢，我们在做需求曲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我们中国市场是这样的。大家都听说过猪周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周期刚才我们讲了，在我们的这个第4次工业化革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经济仍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猪周期。如果我们用整猪就是这个叫做 wholesale hog price， 我们做一个猪周期的展示图上黑色这条线是我们的从03年以来过去15年的猪周期的这个整猪的这个价格波动的情况。红色这条线呢是我们的上证滚动，注意滚动 rolling annualized return， 滚动250天。蓝色呢是我们猪肉批发价格，也不是很明显吧，但是呢至少呢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观察到一个3年的滚动的猪周期。同时呢，整猪的批发价和我们上证指数年化收益率和我们的非食品通胀和这个猪肉批发价格呢，基本上呈现出一个非常态的 correlation。一直到2017年，我们上证年化的这个收益率呢在往上走，但是呢，我们猪的价格 wholesale hog price 继续往下走。到了2017年的这个东西 break down 了，但是我们不能够用猪的价格，很奇怪我们不能够再用猪的价格呢去预测市场的预期的收益。在这个图里头，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3年的周期，一个周期从谷底到谷顶再到谷底，一个3年的周期，黑色这条线。所以这个周期从上世纪的50年代这个美国他发现了这个猪周期之后它一直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养猪的人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养猪的人他今年要养的猪的这个存栏量，跟他要计划他要养多少头猪，他必须要知道他现在手上的这个
所有的数据就是去年的价，或者说现在当前的价格，猪的价格。所以如果今年猪的价格很高的话，那么它会计划养很多猪，它会 increase 这个 supply， 或者说呢，在这个猪周期的理论里头呢，猪的 supply 或者说这个产品的这个 supply， 它永远滞后于市场的需求。那么由于他今年他看到去年这个价格很高啊，所以呢今年他计划养很多猪，但是这个时候呢，到了明年，那么这个猪的供给呢马上就上去了，这样的话呢，它会 put a downward pressure 这个市场的猪的价格，就这么简单。所以猪的生命的周期啊，当然我们现在各种的添加剂给这个猪加快了它的这个猪周期，但是呢，基本上呢，以前来说呢，一个猪18个月哈。从这个仔猪到成猪大概要18个月左右，现在可能6到8个月。到17年，我们看到是这个猪的这个存栏量不断的在下降。有人说是个统计的问题，因为中国以前的猪农就是在这后院养几个猪，现在呢，由于这个机械化、系统化、自动化的养殖呢，所以呢，很多猪呢都在这个大型的养殖场里头，所以呢，它按照以前这个统计的样本呢，它的这个猪的这个存栏量呢不断的在下降。理论上来说，如果猪的存栏量不断的在下降，猪肉的价格应该咵嗒一下往上走，是不是？我没有看到这些，这个是我们实际观察到的中国的猪周期的例子。曾经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猪周期呢去预测红色这个我们上证的这个年化的收益率。我们不需要知道，就是说有的人他非常 obsessed， 有的人他在做预测的时候非常的纠结技术的细节。我们这卖方分析师很惨的哈，每年年底啊，他要做一个预测啊，他要告诉2018年啊，这个上证指数要运行一个什么样的点位。这种预测 by definition， 基本上它错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你不仅仅要预测一个事件的发生，你还要它预测这个事件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今年，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哈，我们今年我们预测的点位大概是在2800到3800，波动中枢3300点，但是呢，有50%以上、60%以上的时间呢，这个上证的点位呢是在3300点以下运行。本来我卖方分析师都是偏乐观的，我们都是偏乐观的。结果呢，它的这个低点，它高点呢大概在3600点左右，低点呢在2700点左右，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些点位。我们烧了100点，有人不干啊，有人说你这个预测是错的 ，by definition 所有的预测都是错的。我觉得呢，我们卖方在做预测的时候，第一呢，由于这个纠结，由于他害怕犯错误，以至于导致很多卖方他在做 call 的时候，他不愿意 take risk。同时，预测它本来就是一个犯错误的，每天你在做研究，对未来做预测，你本来就会有偏差。但是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把趋势搞对了，这样你就不会犯错。你可以看多看空，但是你不会应该看空的时候看多。像最近在这个上证运行到3000点以下的时候，所有的卖方都说，同志们，现在的估值很便宜，跟这个16年2月份的时候一样。那我的反问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它可以更便宜，因为我们中国，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中国股市的运行，它有一个非常强的短期的价格势能的效应。所以怎么样去 resolve？ 其实你说一个东西便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你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它这个 oversold 了，这个超卖了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厂这样，它超卖了，它可以反弹，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它不是一个 fundamental 的原因，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原因。所以当这个东西超卖的时候，有2种 resolution， 同志们，搞交易的人一定知道。第一，超卖反弹；第二，它以下一个超卖去 resolve 前一个超卖，所以这个股票越来越超卖，越来越超卖，对不对？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所以超卖不一定反弹，周期呢是帮助我们呢把这个趋势搞对了。我们给大家做了2条线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supply curve 一个是这个我们的这个 demand curve。注意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在实际观察中，我们看到换手率越高，价格越高，价格越高，换手率越高，它是相辅相成的一直到它的预期出现了一个 breakdown， 预期出现了一个转，或者说这个价格运行到一个极端，它才出现一个反转。但是我们要深究这个表象后头的原因。我们看一下这个
非典型的 supply and demand curve。蓝色这条线，它是一个 curve 啊，它不是一条线，同志们，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它的斜率是在改变。刚才我们说斜率，它 measure 的是 sensitivity， 它 measure 的是价格和量之间的 sensitivity， 它 measure 的是随着你的量的变化，你的价格怎么变化；随着价格变化，你的量怎么变化。所以这一个 curve， 我们看到的是它的预期在不断的改变，在每一个点上，它的预期都是不一样，所以它产生一个 curve。那么这条蓝色呢，其实我就是直接把刚才我们在实际观察到的这个中国股市的这个 supply curve 画出来，很简单哈。这是第一个 observation，supply 也是一样的，每一个点它的 sensitivity， 它的预期都在不断的在改变。第二点啊，我想指出的是，在中国的股市里头或者说在任何的股市里头，它的买方和卖方是一样的，同一个人。这跟我们在经济学里头观察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经济学里头，它总是有一个 demand 这个需求者、消费者，它有一个生产者 producer， 谁是 producer？ 企业家、资本家，手里头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人。这一些人，他是给大家提供商品的人。但是在股票里头，买方和卖方可以是同一个人，而且往往是同一个人。当你觉得未来的价格还要接着涨的时候，你可能不舍得卖。随着价格越涨越高，你的预期发生了改变，你对这个公司的前景越来越看好，所以呢，你持有的手上的股票，你一直是一个 supplier。作为一个对股票有需求的人，你想买这个股票，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就是你手上的 cash。想象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纠结，就是这个市场的仓位各位做量化人肯定知道，每天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因子，几百个因子你不断的把这个因子扔到统计软件里头，像这个 Stata 像这个MATLAB 这种东西我们去试图寻找一个 correlation。当然我们也知道 correlation 不代表因果关系，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呢，有很多因子都可以很好的解释股票价格变化的情况。它不一定持续像刚才那个猪周期，它持续了这么多年，从0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6年，持续了十几年。你找出了5个完整的3年的猪周期，并不等于你在下一个3年仍然能够用这个猪周期去 forecast price change。当时呢，我们在找因子的时候，当时我领导的这个小组我们在找因子的时候这个我们就问这个中国的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分析员就是说你们一般怎么样看，或者说你们一般都看什么样的指标其中我记得最有意思的一个指标就是仓位。当时呢，万德上还没有这个仓位，现在它有一个模拟，它根据这个基金每天净值的变化，然后根据基金的这个策略，它可以说今天给定这个基金的这个净值变化1%，那么根据这样的每一个 sector 的 allocation， 它可以 back solve 这个基金的大概仓位大概是多少。所以预期的变化，或者说我们手上的现金的多少，产生一个预期的变化。预期的变化让我们每一个投资者在股市里头，在这个买方和卖方里头来回来去的变换角色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下，假设红色这个点是我们的市场价格的均衡点。什么是市场价格均衡点在这个时候，买方和卖方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要看一下价格是怎么样往上走的。我们可以借用这个猪周期的理论，假设在时间为0点的时候，价格是这样的。对应这个价格，股票的供给方他判断他可以给出这么多的量，可以卖出这么多的量给各位。那么同时这一个量对应的在 supply curve 上，他只愿意出 PE 的钱。股票的卖方
看到价格下来了之后，相对应的这个价格，它在 time 2的时候，它只供应 Q2 的量。相对于 Q2 的量，股票的买方他只愿意出 P2 的价格。相对于 P2 的量，买方只愿意供应 Q3 的量，买方只出 P3 的价格。这是我们股票从上往均衡点，从顶部往均衡点运行的一个预期的改变。再看股票怎么往上涨，在 P0 的时候，我们的卖方只愿意给 Q1 的量，相对于 Q1 的量，因为量很少啊，我们买方愿意出 P1 的价格对应的 Q1 的量。如果价格往上涨了，我们的卖方愿意在 T2 的时候给出 Q2 的量，相对于 Q2 的量，因为还是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相对于 Q2 的量，我们的买方愿意出 P2 的价格，如此类推，很有意思。所以在每一个点上，买方和卖方预期的建立是不一样的。卖方预期的建立在于这一个点以前观察到的价格，买方的预期建立在他对未来这个公司的 earnings、这个公司的 cash flow、这个公司的管理层、这个公司的增长的前景，先对未来的量。想象一下，这个很有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在每一点上，卖方对于以前的价格的预期，买方对于未来价格的预期，在每一个点上交合在一起。为什么呢？为什么卖方的人往回看，买方的人往前看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你手上有股票的时候，你用100块钱买了一个股票，它自然产生一个锚定的项目。我用100块钱买了这个股票，你现在要我卖的话，它一定要比100块钱更多。否则的话，如果你的股票掉下来，我是不愿意卖的。为什么？每个人他有一个 loss aversion， 我不希望亏钱。这个股票只要我没有卖出去，我就没有亏钱。我用100块钱买了这个股票，这个股票跌到80块钱，我没卖出去，我没亏钱。所以我们经常遇到很多股神，他告诉你啊，他买了一个票翻了3倍哈，他没有告诉你的是他的抽屉里头别的票亏了多少钱。所以这个在心理学上，这是另外一个 effect， 叫 compartment effect。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这个 gain and loss 是分开来看的。赚了钱的股票放在这个抽屉里头，反正只有赚钱的股票我才打开抽屉拿它来数了一下，来再讲一下。但是呢，没有赚钱的股票呢，我是把它藏起来不说的。所以呢，手上有股票的人他会往回看啊，因为呢他这个锚定的效应呢，注定了没有买股票的人那就不一样了，他可以随便来，这个股票80块钱100块钱以前的价格对他没有影响，对他有影响的是这个公司，你没有买股票之前，你肯定要搞研究啊，你要看清楚了这个公司它的 cash flow 是多少，它的 earnings 是多少，明年能够挣多少钱， earnings forecast 是多少，所有的卖方对它的评价有多少个买有多少个卖。在没有买股票的时候，你一定是往前看，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想象很微妙，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预期的变化。一个人他用这个 historical sunk cost 去 evaluate， 因为经典的经济学他会告诉你，哇，这个以前的这都是沉没成本的，你已经买了这个股票，你买了这个股票，如果这个股票跌到80块钱，你已经亏钱了，即便你没有 cash in。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股票就是 cash， 它就是一个流动资产 ，marketable security， mark to market， 对吧？这我们会计里头就是这样的，你手上，如果你准备是1年之内卖的，你都要 mark to market。你如果不准备1年之内卖的，你可以按照这个 book value， 然后每年 re-evaluate， 然后把这个 re-evaluate 的这个 gain， 这个重估的这个估值呢，放到这个账本上，是不是？所以今年很多券商，他虽然在2级市场没有挣钱，他在1级市场可能挣钱了，因为他们投了什么美团啊、拼多多啊这类东西，但是这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成立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它不是 cash， 没有办法 cash in。所以这一个微妙的预期的建立的基础，一个是按照以往的价格，一个按照以后对公司的预期。那么在所有的这些价格的点在它达到均衡的时候，
在这个红点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股票当前所有你看到的所有的一切的 spot price， 正好等于以后要买这个股票的人对这个公司所有的 earnings forecast， 所有的 cash flow forecast， 基本上经典经济学告诉你，这是一个均衡的价格。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图上的分析来说呢，基本上这个均衡价格的形成，它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便是这个均衡价格形成，或者说买方和卖方有幸在某一个点上达到了一致的共识，也有可能股票继续运行，而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均衡的点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股票的供需的曲线它是对的，它一定是对的。第一，它符合我们实际观察到的换手率和市场估值的关系。第二，我们知道这个股票供求的关系，它在运行到均衡点的时候，它会以一个动态的方式继续的往前，继续的波动，围绕着均衡点波动。我们这个图是把我们的这供需的曲线摊开来，什么意思呢？注意，我们这个图下轴它是一个时间轴，纵轴是跟这个图一样的，都是一个价格轴。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围绕这个均衡价值在波动的。然后我们用这个价格在 P0 的时候对应的这个点， P 的时候对应这个点，如此衍生。我们把这张图展开，我们把这个供求的关系展开，突然形成了一个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市场的现价开始不断波动的一个图。这个就是为什么股市会波动啊。刚才我们一位朋友说股市的波动呢，是因为买的人比卖的人多它就往上涨；卖的人比买的人多，它就往下跌。这是对的。这图向大家展示的就是这个情况。现在我们用这个理论的图，一个比较符合我们实际观察的图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股票会波动。不仅仅是因为预期的波动，更重要的是预期的参照物，建立预期的参照物不一样。一个预期建立在对于过往价格的观察形成的卖方的预期，一个预期基于对于股票未来盈利能力的思考，买方的预期。产生预期的变化是因为心理学上卖方的一个 anchoring 和 loss aversion 的效应，买方呢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了预期的效应。A 股在底部的时候是最动荡的，因为这个时候预期在发生改变。卖方的预期建立在对于以前的价格的观察上，2600点，卖方觉得哇，我手上这个东西是国家队救市的时候买的，3400点买了，现在2600点不卖，买方呢手上没有货的人呢，他急着要进去。所以这个时候买方和卖方不仅仅预期的参照物不一样，买方和卖方的预期各自互相的影响。想买的人他一定会告诉你，昨天我收到无数的 message， 他告诉你说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谈判在11月中期大选的之前就要水落石出了，就要谈出一个对于中方很有利的结果，有可能。所以呢，底部的时候呢，买方和卖方的预期不仅仅它的参照物，它会互相影响的。所以呢，底部是一个最动荡的。今天最动荡的时候，今天你可能看到股票涨了2%，明天跌回去2%，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没有可能是9月27号英国的罗素富时指数基本上是一个大盘股的指数，它要以很大的概率基本上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很大的概率它要纳入中国 A 股里头的大盘股所以为什么这个昨天大盘股涨那么多呀？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所以这张图呢，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价格波动，完美的回答了价格波动就是这么产生的。对于预期参照物的不一样，不仅仅是预期本身的变化，预期统一了之后，它仍然可以变化。因此，价格并不等于它运行到像这个经典的金融学里头，它运行到这个均衡的位置之后，它再也不改变。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讲了这一个周期是因为预期的变化产生的，那么同志们想象一下，为什么它有一个规律呢？就为什么它3年呢？为什么不是2年呢？这是另外一个实际观察，这是我最近做的一个周期的研究。我们对比美国的标普500 Adjusted EPS， 就是经过调整以后的 EPS 盈利同比变化的情况。我为什么要 adjust 呢？搞这个基本面分析的人都知道哈，在我们报盈利的时候，我们有很多 abnormal items， 我们有 extraordinary items，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你把这些 item 全部 exclude 掉之后，把这个non-operating item exclude 掉之后，这才是你公司真正的盈利的能力的考量。所以蓝色这条线，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标普500上市公司经过调整以后每股盈利的同比变化的情况。灰色这条线呢是我们的上证指数的市盈率同比变化的情况。大家看一下，下头我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3年半的小周期，以及2个小周期形成的一个7年的中周期的概念。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小杰文斯同志哈 ，Jevons Jr. 他发现了一个3.5年的周期，为什么这里就是 3.5年呢 ？It's so weird。为什么这个 3.5年的 cycle 持续了这么久呢？有什么可以保证？尽管我们发现了这么多 3.5年的小的 cycle， 但是呢，它往后还会持续。很多人纠结啊，就是说为什么3年和 3.5年？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现象它会有规律的发生，它不一定是 3.5年。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个周期是否是3年、3.5年，还是7年，还是11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周期性是否会延续。我不管它是多少年，5年也可以，10年也可以，只要它这个周期的有规律的不断的运行，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出预测。我们看一下啊，这是一个在周期里头大的趋势。3.5年呢是一个周期里头小的趋势。在这个第一个小周期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小周期的趋势向下运行，穿越中周期稍微长一点的趋势，形成了97年的亚洲风暴啊，98年的俄罗斯违约。在第二个小周期下行，同时中周期开始下行的时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个时候形成一个更大级别的，因为你的主趋势和副趋势同时向下，这个时候形成一个更大级别的危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形成了00年的 TMT 的 bubble， 纳斯达克经过了10几年才翻身，到15年的时候才回到00年的高度，01年的911，然后最后的美国的衰退，然后第二个7年的周期，第一个3.5年的周期，在中周期仍然往上，但是呢小周期开始往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小周期向下穿越中周期的趋势，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危机。04年美联储加息，05年我们站在这里，05年中呢我们上证呢跌破了1000点。中周期的第二个 3.5 年小周期和中周期同时向下的时候，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危机。这个时候形成了07年6000点股市的泡沫，还有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同志们 ，You can't make this up。这有一个规律很有意思。再看，在下一个7年周期里头，第一个3.5年的周期在短周期往下运行，穿越了中周期，穿越了这个中周期运行，但是呢，主旋律还是往上的。我们形成了11年的 European Debt Crisis， 这个欧洲的这个欧债危机哈，然后11年的这个美国的国债历史性评级下调。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上证11年的时候，一直跌到11年的11、12月份吧，然后我记得11年的时候春节搞了一波上去。在这里，一个小型的危机，到了第二个小周期，
同时与中周期向下，我们形成了这个15年的泡沫。同时呢，15年的时候，如果大家回去看一下国际的指数基本上美国、德国的指数都跌了15%到20%。同时，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14年10月29号，美国退出了 QE， 同时呢宣布要加息。到了15年的时候，他加了1次息就不敢加了，为什么？同时，如果你回去看一下 FOMC 的 minutes， 你会看到 FOMC 当时在做这个货币政策考虑的时候，他说要考虑到国外股市波动的情况。现在我们运行到这里，我们再次运行到一个3.5年的周期向下穿越中周期主旋律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究竟是一个短周期的结束，还是一个中周期的结束呢？因为这一个判断形成了一个级别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地域性的危机，一个是一个全球的危机。这个判断对我们股市下行压力级别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展示的是一个 scenario， 一个情景的分析。每一个情景它有不一样的概率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各位做投资的时候，根据不同的情形产生不同的 investment strategy。但是在这一个情景里头，无论是小周期的结束还是中周期的结束，它都产生一个非常动荡的、非常 volatile 的 market， 就这么简单。我们做策略预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 scenario， 勾勒出不同的情景的分析。那么这个情景的分析呢，无论是你小周期的结束还是中周期的结束，我们不需要纠结于它究竟是要跌 20% 还是 50%。我们只知道呢，周期结束的时候，无论是中周期还是小周期，它会产生一个非常动荡的市场的状况。虽然我们这里观测到3个7年的中周期但是呢，一般来说呢，中周期它可以持续7到11年。如果你看一下伟大的 Contra DF 在他的这个经济周期的长波他的著作叫 Long Waves in Economic Life，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不仅仅是他把这个长波的理论解释得很好，他的文笔很优美，非常非常优美。做周期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小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康波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这 Contra DF Waves 这个长波。一个长波可以持续60到80年，一个中波中周期持续7到11年。所以即便是你测量出来这么多短周期、中周期但是呢，你下一个中周期它可以持续11年，我们不知道。现在 with all indication 就是现在我们观测到的是很有可能我们现在处于一个11年的中周期。但是呢，我觉得呢，规律它都是用来被打破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是在一个11年中周期的第3个 3.5 年周期之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周期的结束会异常的动荡。但是呢，如果它只是一个小的 3.5 年小周期的结束的话呢，它的含义完全不一样。用 Contra DF 的话来说呢，如果你用长波来 measure 的话呢，你可以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错过20年。也就是说呢，你的预测的准确度呢，有 25% 的时候大概是错的。如果你用中波7到11年，你可以 miss out 50%， 4年你可以完完整整的 miss out， 随随便便的 miss out 一个 3.5 年的小周期。我们只能够用周期去描述趋势，但是呢，千万不要用它去做一些非常 definitive 的 forecast。刚才我们用标普上市公司500的指数调整后的美股的盈利，过去20多年的情况，给大家展示了4个7年的 cycle， 8个3.5 年的小 cycle。那么有人会说呢，这种分析就是说这种 eyeball 是不是类似于技术分析有的人觉得好像不科学、不严谨，信不过因为呢，只是一个视觉上的辨认。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周期的时候，
最开始的就是我们用眼睛去判断这个峰值和低值的，最开始就这么判断的。那么在我们 visually 看到几个经济周期的峰值底部的时候，在我们知道历史的文献，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Long Waves in Economics Life， 强烈推荐各位看这本书 Beautiful， 最好看英文版。我们在历史的文献里头，我们看到了这个Kondratiev 同志呢，他说这个中周期可能是7到11年，同时他还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有数据证明更短的经济的周期也存在，这一个周期大概是3.5年。在我们做了一个视觉上的 checking 的时候，我们再做一个数据上的判断。我们知道 Jevons Jr. 说太阳黑子的小周期，农业的小周期 3.5 周年，一个完整的太阳黑子周期 10.5 年，3个 3.5 年的小周期等于 10.5 年。我们也知道 Kondratiev 同志说中周期7到10年，所以我们大概能够知道，除了我们 visual 的判断之外，我们大概能够知道一个小周期是多少，一个中周期是多少。同时我们自己把数据带入这个软件之后，我们视觉上检查一下我们的理论。上图是我们标普指数和我们的蓝色这条线，标普的同比的回报率变化的情况啊，这个红色这条线，蓝色这条线呢是我们的这个周期的指标，这个 indicator 周期的 indicator。我们看一下，非常工整的，我们向大家展示了5个 3.5 年的周期。红色的 3.5 年周期是7年周期的第二个小周期 3.5 年周期，蓝色的这个呢是一个7年的中周期的第一个 3.5 年的周期，非常非常工整哈。谷底峰值，第一个峰值中间有一个小的 pause， 第二个峰值，然后下到下一个谷底，然后接着运行。下图呢，我们把这个周期的指标呢跟这个美股的盈利呢做一个对比。上图我们把我们的周期的指标和美国工业产值做一个对比。下图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周期的指标，周期指标是 based on 这个标普指数美股调整后盈利同比变化的情况，跟这个美国的产能利用率灰色这条线做一个比较。上图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周期的指标呢跟美国的经济领先指标 Leading Economic Indicator 做一个比较。看一下 Beautiful， 这是2011年的情况。下图我们把美国的周期的指标呢跟美国的这个 Capex Utilization 就是这个产能利用率变化的情况做个比较。同志们看一下， You can't make this up。 为什么我们觉得 We're onto something reliable dependable here？ 我先用的是盈利同比变化的情况，经过数据处理做一个初级判断，然后我再把这个周期的指标呢跟美国实体经济里头各个部门的变量做一个比较。那么这些变量包括价格的变量，包括 survey 的数据像这个 Capex Plan， 就是这个明年要花多少钱啊，今后3年花多少，这个 Capex Plan 做一个比较。我们把它跟失业率、人数做一个比较，这是注意人数是一个量，它不是一个价。我们还把它跟美国经济里头的经济领先指标做一个比较。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周期运行的时候，什么是周期呢？周期的第一个含义我们刚才说了是变量，它有规律的，有一定的时间间断的，不断的往前波动运行。周期的第二个含义是随着这个波动的运行，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经济所有部门、所有经济的变量，同时以一定的规律不断的波动往前运行，就是这些图，同志们 ，You can't make this up。OK， 所以我们知道，至少我们现在观测到的周期的规律是靠谱的，它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我这个闭上眼睛我说啊这个就3.5年，它就3.5年，我们是有数据证明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周期的指标，它是一个均值回归的指标，它是有高点有低点的。那么当我们知道什么点位是高，什么点位是低的时候，我们对未来趋势呢，应该能够做出一个比较靠谱的判断哈，因为均值回归是我们的这个经济学里头一大基础的原则哈，所以这个是美国的情况。如何来观测哪一个数据最靠谱？我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啊，不一定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做的这个中国的3年周期哈，那其实3和3.5都是一样的，大家不要纠结于2个季度的这个 difference。那么我们用的指标呢，是我当时以为比较靠谱啊，就是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变化的情况，这是我们当时用的指标。这个指标里头呢，包括这个房地产的买地的钱，再加上实际建筑房子用的这个开发的钱啊，这有2个部分的钱。那么到了今年呢，我们突然发现啊，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尽管今年其实数据是很弱的啊，如果你看这个 VAI 啊是 6% 左右，你看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个利润增长的变化速度的情况是个位数。你看一下呢，这个 PMI 呢，虽然它停留在50以上，但是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新订单的数据和外汇出口订单的数据呢，其实都是在下降，库存的数据在减少。那所以呢，没有补库存所以呢，没有补库存的这个动力呢，这经济呢一直在疲弱的运行。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一枝独秀的数据，就是房地产。如果你看一下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的速度，它不断的在走高，而且保持在10以上。如果你看基建，很可能是我们有数据以来第一次我们看到基建同比数据呢下降到这个0以下，下降到负数，这是 really weird。 为什么？为什么房地产那么强？不是限价了吗？不是不让搞了吗？不是房住不炒了吗？为什么？因为开发商卖房子的方法是预售，他把很多钱收回来，所有的这个房地产商他手上有巨大的现金流，他已经把这个钱收回来了。所以呢，在房地产收了这么多钱之后，银行有一条规矩这个细节就是你不能够拿银行借来的钱去买地，这是16年还17年的出来的这个新的规定。所以我们今年看到的是开发商也没有建房，开发商在不断的囤地，拿自己的自有的资金不断的到处去买地。所以呢，今年上半年呢，其实我们继续看到各地房子土地拍卖的这个数据非常惊人不断的产生这个什么新地王这个那个的都是这么搞出来的。所以今年开发商拿地的力度非常大。但是呢，我们同时看到呢，就是银行给开发商的贷款有一个数据叫做什么房地产开发商资金来源的渠道，自有资金它上了很快，但是呢，银行给的资金今年是下降到了冰点。为什么？政策不让搞了呀。现在你要给开发商建商，大家都要害怕。反正我只知道房价越高，幸福指数越低。这个就是预期的变化。当我们的房价占了我们消费的这个 disposable income 可支配收入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幸福指数自然就会降。所以你说这个泡沫什么时候破灭吗？没有人知道。因为房地产是一个长周期的 asset， 一个周期搞18年。所以在这个周期里头，很可能它在上升的周期的时候，你每一点 call 说它泡沫要破灭，它都是错的。反正呢，赚钱会是越来越难。
所以呢，我用的是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的速度。到了今年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大家都拿来拿地，但是呢没有建房子啊，所以呢我们其实看到呢，房子建设的费用是急剧的在往下掉的。在我更新模型的时候，如果我继续的用我以前用的那个指标，它也变成了一个不靠谱。如果你用以前的那个指标，你会发现中国的周期到了17年4季度它见顶开始往下走之后，到了今年的1季度又往上走，完全的破坏了我们这个模型的美感。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个呢？模型是我自己做的，但是更新呢，我让我的助手去更新。那助手小年轻，这个90后啊，刚毕业，咵这个 Excel 表格往下拉，自动填充。然后他，哎呀，洪总，我们这个18年是个大牛市啊！我说为什么呢？中国经济在往上走啊，形势一片大好。当然，如果房地产好的话，其实中国的经济不会差到哪里去。如果房地产好的话，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房地产一个支柱型的产业，它产生 GDP， 对于 GDP 增量的贡献，我相信会超过一半。不仅仅拉动了自己本身的建筑业啊、钢筋水泥、螺纹钢啊，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消费与房地产相关的消费，像白电、汽车。所以呢，房子一建起来，带动了社会各个部门的同时的往上发展。所以呢，如果你问我什么数据曾经是最可靠的，曾经啊，注意啊，我认为我刚才讲的那个数据是最可靠的。因为呢，从17年下半年开始到18年哈，我们做了这个对于市场的这个预测，像今年我们做的市场预测，对于这个趋势的预测，为什么我们说这趋势是往下的呀？因为这个周期我们进入了3年周期的，我们上升了2年，16年、17年上升了，到18年我们进入一个下行的周期。有人会说啊，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收的这个影子银行啊？有可能啊，因为你看一下我们今年这个国内信贷增长的速度同比变化的情况 ，M2 速度同比变化，它这个缺口在收敛的呀。曾经在15、16年的时候，信贷增长的速度是 M2 增长的速度的2倍，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个数据显示的是信贷增长由于在表外业务增长过快哈，所以呢，我们其实看到广义货币的增长量没有增长，但是呢，国内信贷增长的速度很快。所以呢，曾经呢最有用的数据呢是那个房地产同比开放的数据。如果我在国外的话，就是对于一个国外像美国、像德国这样的股市，我们可以直接观测指标。就我们做这个经济的领先指标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常用的变量，一个就是我们的股市盈利变化的情况，盈利变化的情况直接反映到这个股市的运行。我们有这个 unemployment 变化的情况，我们有这个美国新房开工量，我们有美国的 mortgage application， 我们有美国的这个 small business 的这个 lending intention， 这个是 Fed 做了一个 survey 啊，他每个月他就问这个银行给这个中小企业贷款这个意愿，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变量。因为如果中小企业能够得到很容易的在银行里头能够得到贷款的话，那么这个经济一定是很好的。因为 risk curve 是往下走的，你先把所有的大企业先贷完了，再贷小企业。除了中国中国不一样，所以小企业怎么办呢？要钱呢？股票质押呀，这样把这个老板把自己的股票质押出去，然后去补充公司的这个working capital 这个流动的现金。我们看到呢，还有呢就是 P2P 现在搞得乱七八糟，就这么搞出来的。但是在美国呢，我们看到是如果中小企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这个 lending 的这个 intention 它非常好的话呢，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先指标。我们在这个系统里头打这个游戏就跟我们打游戏是一样的就我们不要说这个游戏规则设计的不公平，它是公平的，因为它对每一个游戏的参与者都是公平的，每个人看到数据都是一样的，你不能说它不公平。所以如果我们要 monitor 以后我们要监控中国经济运行的情况呢，那么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交叉验证。交叉验证呢，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自己算这个总量同比的增长和对比我们统计局总量同比的增长，
不仅仅这样验证，就数据自己验证，还有数据之间验证。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 PMI 的数据还在50%以上啊。如果你把 PMI 的数据和中国股市以前运行的情况摆在一起，你会看到两者的 correlation， 它的相关性非常高。那为什么今年这个 PMI 还显示这个经济在 expand 在膨胀，但是呢我们股市跌成这样了，跌了1/4呢，跌了25%呢？这说不过去啊。所以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一个理想的状态，我们应该看到的是 PMI 50以上显示我们的股市运行的情况 OK， 同时我们看到债券的收益率往上走，因为在经济很好的情况下，没有人想买债券，谁要去做这个 coupon clipping 的这个生意啊？没有钱赚啊！债券的收益率3点几，那我还不如买一个大白马，可能他给我的收益率也是3点几。所以股市 PMI、VAI、债券的收益率、公司的盈利的增长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它都要 reconcile 啊，我们会计上叫 reconcile， 审计上，对吧？我们去一个公司审计，我们说，你这个公司销售增长了100%，但是你的 earnings 只增长了10%，你的 cash flow 是 negative 的，对吧？就像乐视一样，对吧？它销售盈利 market share 增长很快，没有现金，这个公司不断的在融资 ，it's terrible， 就是我们要交叉印证。在我们做了这个噪音降噪的处理啊，因为这个灰色这条线呢是我们的每个月看到的指标，蓝色这条线呢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经济周期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17年的时候我们在这里，17年的时候我们在这里，17年4季度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然后呢开始往下走。那么记得呢，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年这个指标不靠谱了，因为我的助理在拉这个 Excel 表格的时候，这个指标一下就往上走了，显示中国经济周期不仅仅没有下降，而且超越了以前的周期啊，这个新周期开始了。但是呢，我这里呢做了一个小的处理为什么我们继续看到呢？这个是往下走，因为我仅仅用了建设用的房地产建设用产生的这个投资，没有计入购地产生。为什么？因为买地不增加新量，买地不增加新量。如果我们把买地的这一部分钱呢计入我们投资的总量里头呢，它一定会产生偏差的所以呢，从这里开始呢，我们用这个建设的量呢去代替投资的总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呢，继续呢看到呢，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库存投资周期在不断的往下走，基本上呢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到了一个历史上应该出现回暖的一个位置，一个同比增长回暖的位置。那么我们当时看到了，就是说我们的中国的3年的短周期呢，基本上回到了底部。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历史经验持续的话，如果我们的推断正确的话，如果房地产的建设虽然可能已经不是主要的动力，但是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我们会看到其他经济指标也同时的触底，甚至呢有可能会回暖，对吧？好，我们看一下上图，我们把中国经济3年的周期和我们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小同比变化的情况做一个比较。下图，绿色这条线是我们中国的狭义货币同比增长变化的速度的情况做一个比较。我们看一下，慢慢的随着我们3年的经济周期逐步触底的时候，这些指标央行还在努力中但是呢，我们看到呢 M1 狭义货币的供给的增长呢已经开始变化。看一下中国的螺纹钢现货同比变化的情况，红色这条图。下图，我们中国非食品通胀同比变化的情况，我做一个比较。上图淡蓝色这条线呢是我们的上市公司的盈利的周期下图呢是我们的盈利预测变化线。种种的迹象表明呢，我们中国的经济周期
也在慢慢的见底。假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短周期3年5年的短周期的下半场尾声的时候，这个时候市场会非常动荡的，因为预期在不断的变化，因为随着宏观的变量不断的变化，它不断的进行这个预期的反归。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判断是中国的股市呢处于一个底部，不一定是底啊，同志们啊，注意啊，不一定是底，它是一个底部，底部是一个区域，它是一个最动荡的区域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底部买到的票哈，建的这个股票的持仓呢，它有可能呢给我们很好的回报，因为我们忍受了很大的市场的波动。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最近这几个星期看到，这股票一下涨2%，一下跌2%，因为股票是对预期最直接的反应，一点点的预期的反应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实际观察到的股票的供求的变化，一点点的预期的反应产生一个巨大的 sensitivity， 而且呢，我们处在均衡点的下方。我们解释了价格为什么波动，同时我们解释了由于预期产生的参照物不同产生的价格波动的情况，给大家扩展到一个时间轴上，它形成了一个波动的曲线。It's beautiful。它的这个内在的韵律，当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假设 ，but anyway， 它的韵律是 beautiful， 它有一个既定的旋律。在我们给各位展示的实际的美国标普没有经过处理的盈利变化的图的时候，我们再次看到了内在的这个内生的旋律。我把这个周期有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旋律，一个快节奏的歌，一个慢节奏的歌，快节奏的歌镶嵌在一个慢节奏的歌里头。快节奏的歌你把它放慢了，它就是一个慢节奏的歌。小周期镶嵌在中周期里头，中周期镶嵌在更长的大周期里头。我们要解释的并不是为什么这个周期是3年、5年、4年、7年、11年 ，I don't know， 为什么是3年？它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中国房地产开发，对吧？每36个月从竞标到打桩，到开工到预售，到安检到交货，完成了一个36个月的房地产的周期。这36个月，这个3年5年的房地产周期，正好跟小杰文斯的太阳周期的短周期是为什么？我们不要纠结这个，我们不要纠结为什么是3年5年，我们要纠结的是这一个我们观察到的周期，无论它的长度如何，它以一个既定的旋律在不断的往前波动。那么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节奏会产生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很有意思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我们在课本里头学到的知识，上来我们这个教授就告诉你，这个是一个 perfect competition， 完美的竞争，我们的价格 instantaneously reflect all the information， 所以这个市场永远是有效。真的吗 ？Come on， 这是一个我认为古典的经济或者说有效市场的假说，它非常 safely 很安全的 assume away 所有的这些我们现实生活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 lazy 的 view， 它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世界观。所以古典经济的假设，他说有一个重要的法则叫做萨伊市场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生产创造出来的所有的产品都会被消费掉因为生产创造收入，所有的收入呢全部转化成消费，就是你生产了100个产品，创造了100块钱，每个产品1块钱，所有的产品卖掉100块钱，然后呢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市场第二呢，就是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是充分被利用的，所以呢
100个产品被消费了100，产生了100块钱，然后接着投入生产，再产出100产。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社会是永远无法增长的社会，它很难 expand。但是每个人他是有一个边际效应，它边际效应一定不等于1，一定是小于1的。所以如果是这样，而且实际我们 empirical evidence 我们观测到的经济的数据，我们看到的是边际的消费明显的小于，而且对于各个 society 我们全球观测到的所有的国际社会里来说，这个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它是 stable 的。像我们中国的储蓄和消费是50%，对吧？曾经我们中国人赚100块钱，储蓄50块钱，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储蓄行为，所以直接导致了通过出口换汇，通过这个国库的管理直接导致了这个美国的长端利率不断的下行。这里我们列出了2个重要假设，一个呢就是所有的产出都被消费掉，这肯定是不对的。第二呢，所有的资源充分被利用，肯定是不对的。不用想，我也不用论证了，我觉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是没有一个宏观的稳定性保证所有人一定购买所有的产出，所以利润存在的理由是对未来销售能够产生利润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不确定性保证了各位你担当的风险就应该有回报，虽然这个回报不一定或大或小，但是呢它一定要产生一个回报所以呢利润并不是一个肮脏的所以呢经济周期它没有一个最优的解，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呢去解释经济周期形成的原因，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但是每一个它都有可取之处。这个是单一因子理论就很好解释了，刚才我们讲了半天这个太阳黑子论 10.5 年的太阳周期，谷物的这些周期构成了一条自然的物质的河流，价值和价格有节奏的滞后的变化。你看一下，它特别讲的是价格是一个滞后的变化。那么外生农业周期其实都是一样的，基本的假设呢就是说农作物产生了一个欠收或者丰收的时候，那么它对其他的经济部门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丰收的时候大家都有钱花，大家都去消费，整个社会消费全部起来了，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单一因子理论，因为它非常直白，你说这周期怎么产生因为太阳黑子 10.5 年，所以这个也 10.5 年，它可能是一个巧合。对于这种单一因子论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在自然资源被充分利用，然后突然你有一个大丰收，农业大丰收，太棒了，这个太棒了。那么产生了一个粮食价格大跌的效应，这个时候对于农民来说，丰收是好的吗？这是可能是一个 disaster news。边际消费是不变的，一个人你每天吃3碗饭，你撑死了吃3碗半4碗饭，你不可能吃6碗饭吧？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的消费量不变的时候，它是一条横线的时候，但是呢，你的供给的曲线突然往外移，完了，价格马上就 crash 了，因为量的上升并不能够弥补价格的下降。对于农民来说因为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stays the same，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农业的丰收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性的消息。这个是人类对经济周期最初级的认识单一因子，因为它很直白，很容易解释。周期的理论开始变得更加复杂了，或者说呢，人类产生了更多的思考。除了天气的变化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之外，是否你的心里头对未来预期产生了变化，从而引起今年你想养多少头猪，想种多少个庄稼，想种什么庄稼，因为你对过去的价格有了一个 observation， 所以今年猪价好，明年我多养2头猪，所以明年我一看猪价马上下来了。所以呢，交替出现的乐观和悲观主义的浪潮产生判断的失误，产生了周期的波动。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心理因素学派。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我们实际观测到的股票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呢，类似于这种理论。等一下呢，我们会发现除了单因子以外，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呢，其实呢都是一个各种各样的心理因素理论的不断的变得更加的复杂失业周期理论 ，Mitchell 同志他建立了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周期的研究机构 ECRI Economic Cycle Research Institute。各位做美国市场人应该都有所接触的。ECRI 每个月呢都会发布一些领先的指标它观察整个经济运行的 leading indicator 还有 coincidental indicator， 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些指标发布一遍让大家知道经济呢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2001年4月份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 story 这个机构呢发布了，就01年的时候美国经济呢进入一个 recession。当时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在预测美国经济要衰退一直到9月份到911这个当出现了这么一个历史性事件的时候，大家的这个悲观的预期才开始扭转。但是呢，在这个悲观的预期扭转，因为历史性事件扭转之前 ，ECRI 呢已经观测到美国经济下行的趋势已经开始了，或者说呢，增长的速度开始减缓了，申请失业率的人数增加了，申请买房的这个 mortgage application 呢开始减少了，工人工作的时长开始收缩了，工人工资增加的速度开始放慢了， capacity utilization 开始下降了， capex planning 开始下降了。我们的周期的经济指标在01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周期下行呢，穿越这个中周期运行的轨迹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他们 ECRI， 因为每个人他的 model 都是 proprietary 的所以呢，我不知道他们里头是什么因子，但是呢，大概我们当时呢能够观测到，就是我们周期指标指出的。所以呢 ，Mitchell 的这个理论呢叫做实业经济周期理论，他把这个经济周期里头公司的利润的扩张和收缩作为一个指标。当公司利润扩张的时候，资本家变得非常的 optimistic， 非常 bullish， 他不断的去加人，不断的去收购兼并，不断的去投资，一般都是经济顶部繁荣的最明显的象征。另一个最明显的象征是什么？上市的公司开始上市融资这个一般都是繁荣的顶部上市的公司越多，需要的钱越多，估值越高，反映的是人对未来的预期越 bullish。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繁荣的顶部然后开始下降。这个是 Mitchell 的理论。哈耶克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稳定一个不稳定的经济。哈耶克最重要的贡献是他观测到市场利率和自然利率的不一样。经济里头有2个利率，一个是自然利率，自然利率是通过储蓄的量来决定的，储蓄量越大，你的自然利率就越低。所以我们中国储蓄了这么多，美国人储蓄 -5%， 中国人的储蓄 50%， 我们中国人存了全世界 50% 的钱，所以我们把自然的利率加得很低。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利率，就是市场利率。市场利率是由银行系统决定的。银行放贷的时候不仅仅决定了自己的资本金多少，因为它有一个 reserve ratio， 它有一个 multiply effect。20% 的 RRR 这个 reserve ratio 产生了5倍的杠杆，100块钱变成了500块钱，这100块钱在这个系统里头转了5次变成500块钱。银行的效应，由于银行系统的膨胀，使市场的利率远远的低于自然应有的利率，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个人他观测到在实体经济里头，消费者和生产者是不一样的。消费者是我们工人阶级，但是呢，生产者呢是企业家，手里有资本的人是资本家。所以呢，两个人他的消费曲线，他的储蓄率，他面对的能够得到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利率呢，资金的成本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由于银行系统的膨胀，它让市场的利率低于应有的自然利率 （natural interest rate）。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世界里头，如果钱变得很便宜的话，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哈，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去冲出去借钱，然后拼命的投资哈。这个房地产就是这样的呀。我们现在房贷的利率肯定低于自然利率。如果我们要买一个长周期的资产，我们要承担的这个风险所对应的这个收益率肯定要低于，尤其在这个点位，尤其在房价已经涨到10万块钱1平米的点位，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怎么能够负担起中国的房子了。但是呢，在这样的系统下，一定会导致借贷行为过度的膨胀、过度的投资，最后呢 collapse 啊，因为呢，消费的生产呢，在达到完全就业的时候呢，不再扩张，就跟这个突然有了一个农业大丰收一样啊，你不会吃更多的饭的，同志们。但是呢，增长呢一下上去了很多，这个导致整个系统的 collapse 啊，这个就是哈耶克的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啊。薛皮特他用了这个预期呢，跟大家一般接触到的这个经济理论，它有一个质的飞跃哈。薛皮特呢，他区分发明和创造两种截然不同。发明是一个 incremental improvement， 对于薛皮特来说，创新是一个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所以每一次创新出现一个跳跃式的供给曲线跳跃式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前都是要用 email 去工作的啊，这一定要回到公司，在这个电脑前工作。现在大家在高铁上拿手机就能工作。每一次创新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产生了一个供给曲线的质的飞跃。所以每一次创新产生了一个预期的变化，因为每一次创新，我们 expect 的这个劳动生产率开始马上的提高。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会看到劳动力的这个需求开始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就像我们现在很担心这个 AI 这个人工智能，它可以搞投资啦，那我们基金经理我们的包括我们这个卖方就够呛了啊！这个是我们 Schumpeter 的。所以呢，经济周期的扩张来自于创新，来自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产生一个质的飞跃；经济周期的收缩来自于由于这个生产关系的扩张，产生对于经济预期的变化，产生一个劳动力雇佣关系的变化，产生一个产出和消费的变化。经济进入收缩期，很简单。Schumpeter，凯恩斯不得不讲，伟大的凯恩斯，我看来看去，我觉得就是凯恩斯最靠谱啊！完全否定萨伊法则和这个完全就业啊，因为储蓄和投资产生于不同的经济部门。刚才我们讲了，储蓄产生于我们的广大的工人阶层，投资产生于我们的这个资本家、企业家，手上有钱的人。消费是稳定的。啊，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是稳定的。所以呢，如果消费倾向不变的话，这个社会充分就业均衡，这一个均衡水平决定了投资水平。为什么？因为你消费完了，剩下的东西你拿来储蓄，拿来投资 ，savings equals investment。所以呢，你的投资量这个时候是确定的，确定的投资量能够改变我们对投资的预期。所以经济周期的产生呢，是因为私人投资啊，它的这个预期不稳定，在资本边际效率突然 collapse 的时候，无论你的利率再低，资本家继续进行投资的 incentive 非常少。想象一下哈，如果你利润是0的，甚至是负的，你利率是0也没有用，不用利率把钱借给我，我可能也不会借钱，同志们，为什么？因为你投的越多，亏的越多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凯恩斯理论。这个是我们怎么样计算，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所谓的 visual 的一个视觉上的测试啊，一个传统的老的测试啊，用这个量化的模型呢，把这个周期模拟出来，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
目测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误差哈，因为我们眼睛的这个误差非常大。比如说我们这个猪周期到了2017年的时候，2017年上半年哈，猪周期已经开始见了第一个底，就是你的猪价已经开始见了第一个底。那么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用这个历史的角度判断来说，你觉得这个猪周期2017年的这个猪周期经过了大概20个月左右吧，那么它已经结束了。结果呢，其实我们看到呢，到了2018年，就今年上半年1季度的时候呢，它这个猪周期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底。我们做移动平均的时候有一个叫 moving average，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测试的时间长度不变，但是我们测试时间长度里头的观测值随着这个时间的移动而移动，这个很重要。什么时候我们的周期的这个模型发生了一个 breakdown， 就是什么时候失效了呢？即便是我们观察到，像美国，我们观察到8个3年5年的短周期，4个7年的中周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周期里头，它可能是7年的周期，也可能是一个11年的周期，它都是中周期。同时呢，像刚才我们举的这个猪周期的例子，在3年5年，它不一定是3年，它可能2年半结束。因为现在的这个 just-in-time delivery 啊，就是你养猪场这里你要 estimate 你的需求量，然后你把这个猪屠宰了之后放到供应链上，甚至到了未来，大家想象一下，现在我们曾经的这个4个现代化很快就要成为现实了，同志们啊，这个机器人要给我们工作了，我们很可能以后吃的肉都不是这个养猪场、养牛场里头养出来的肉，但是可能是在这个实验室的盆子里头培育出来的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想这个周期很可能它就会湮灭，它很可能就会湮灭。但是我们刚才只考虑到了供应上的变化，一个 supply change。我们人的需求的变化，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它是一个 stable 的。冬天的时候我们多吃肉，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身体要长膘。到了夏天的时候，可能由于日照的原因，由于我们身体自身的原因，你去看一下，肉的 consumption 的 seasonality 非常明显。同时呢，随着我们中国的农历的这些节气的变动，好像是每个节气，24节气每个节气要吃点什么东西，还去进补一下了。我们中国人很讲究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中国人不喜欢看医生，我们讲究食疗。所以24个节气，每个节气产生的这个我们自己身体需求的变化，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一个周期。所以你说猪周期会永远消失吗？不知道，这个可能我们以后才知道。所以呢，这一些计量方法哈，我们今天上午简单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把数据扔到这个statistical software， 就是这个统计的这个软件里头，它会自动给我们计量。但是呢，这么多年以来，100多年以来，我们计量的方法其实是没有变的，就是它的 basic idea， 它的 philosophy 是没有变的，就是我们用这个移动平均去不断的以既定的时间的长度去检测我们趋势波动的情况。比如说，这是一个任何统计 software 这个软件里头最常用的一个哈，就是这个 Spencer 15 points 啊，它用了一个320点的 weighted average moving， 然后呢中间的点它给的这个权重是最高，两边的点给的权重稍微低一点，那么所有的这些权重加起来正好等于320。我们用文字怎么样去表达这个移动平均的计算方法？我们中国考试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背这个方程式，但是所有的方程式，当我们真正理解之后，它都是能够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所以只有当你用文字把这个方程描述出来，你才真正的理解这个方程的含义。我第一次在国外考试的时候，我惊呆了。他说你这个教科书计算器什么都可以带，所以呢，以前做这个 Spencer 呢，就是在这个 HP12C 上做的啊，自动的给你输出一个结果，你不需要记它实际的方程怎么写，但是我们需要记的是中间的这些数据给了最高的权重，所以呢，你产生出来的一个 moving 的 average 像一个类似一个 bell curve 的一个 shape 啊，一个形状，中间权重最大最高，两边权重少最低，它是一个这样的curve，自然形成了一个 quadratic 的一个方程式。这是 Spencer 的7 point。
那简单一点 Alexander 7 point， 因为以前的人没有计算机啊，所以他自己用手算。所以呢7 point 7个点的 weighted average 是最简单的，所有这个加一起等于14。为什么14啊？我们不知道。在股市里头有一个指标，我们计算的时候经常用到14这个时间。大家知道有一个指标叫 RSI 吗？对，相对强弱指数。相对强弱指数计算的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每天都看这个指标，你知道是什么？算的就是14天一个股票价格起伏的强弱。为什么叫相对强弱？你知道吗？为什么叫 relative strength index？ 整个市场。对的，对，所以它 measure 的是这一个股票价格的起伏相对于整个市场的，很有意思啊。就所有的这些指标 RSI 啊，或者说这些15点、7点的这些 moving average， 它其实都是在计算一个 observation 偏离趋势的程度。所以我们一看这个14天 RSI， 哇，它到了70，同志们买啊！在中国，因为这个 short term 的这个 momentum 是 reverse 的，所以当一个指标出现超买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股票卖掉。我们怎么样去 measure？ 为什么要 measure 情绪呢？因为情绪是决定了我们的预期，预期决定了我们周期的波动。所以最根本、最 fundamental 的东西是市场的情绪。但是经常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他在做市场的时候，他在做交易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这个要求挺高的，对吧？对量化要求挺高的，周期会不会失效？有可能啊，但是呢，在它失效之前，我们假设它是继续有效的，因为它以前给我们的胜率非常高。所以呢 ，RSI 股票 RSI 14天的强弱指数，它 measure 一个股票相对于大势它的强弱的程度啊。所以呢，如果经常来说我们不能够构建自己的情绪量化模型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14天的 RSI 我们把它简称经常那个我们做交易人把这个 poor man's sentiment indicator 穷人的，因为你要建一个量化的真正的量化模型很贵的，你要请这个什么量化专家，对吧？什么最好是新财富排第一啦现在可能降价了啊。然后呢，你要一个 statistical package， 一个 MATLAB 几千美元一年，然后你要大量的数据。所以呢，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用 Poor Man RSI。但是我们要记着，我们在用 RSI 的时候，其实不是你一看到70就要卖的，尤其是市场进入那个趋势的时候，趋势是会自我加强的 ，feed onto itself。15年的行情是最明显的行情。如果你要说超卖，你要卖掉的话，你可能3月份的时候就卖掉了，3000点的时候，3400点左右你就卖掉了，后头还有1600点。可变长度移动平均法，一般我不太喜欢用这个，就是说可变长度移动平均法，因为注意的是，当你在做这个可变长度的时候，你要主观判断需要调整的时间长度的边界。就像我们刚才观察股市的运行，像我们观察猪价的运行一样，我们都做了一个主观的判断。我的主观的判断来自于我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对于所谓的这些什么太阳黑子周期啊、杰文斯啊、康波呀这些的理解，所以呢，我大概知道它3年、3.5年。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些 benchmark， 我们没有这个历史文献的话，我们这个主观判断很可能会失误。所以我不太喜欢用这种移动长度平均方法。增长率，那这个很容易啦，同比、环比，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滚动年化平，像我刚才做的那个猪周期跟上证的滚动年化收益率的比较，250天不断的往前 roll， 很快的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均值回归的序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 log normal distribution 对数的正态的分布，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时候是高，什么时候是低。所以呢，当我们看到比如说美股它这个 EPS 的盈利已经回到了历史最高点，第一个历史最高点产生于2010年复苏之后，第二个历史的最高点产生在现在，它可以更高吗？可以，
最近最常见的一条消息，美国股票指数再次创历史新高，但是每天它只能叫那么一点点，发现了吧？它每天涨个几十点、20点、30点，但是它还是再创历史新高。为什么？就像我们往天空飞一样，越往上飞，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越难持续，就这么简单。所以滚动的年化的比率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甄别当前我们的这个回报是高还是低的方法。几何平均 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这个更简单了。我们做 PE 的私募的投资人朋友们都做过一个率叫做这个 IR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它求的是这个项目内生的回报率。OK， 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基本上同一个概念，它把过去的所有的 period 所有的 return 乘在一起，然后开一个方，然后求一个内生的 exponential moving。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敏感度非常高，它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敏感度非常高。当然我们有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时间作为比重，把这个序列越靠近我们的 observation 观察值，我们给它一个更高的量。为什么？这个很关键。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行为学里头有一个观察叫做 recency， 越近的发生的事情，我们给它的占的比重越大。就像现在贸易战，在17年年底的时候，在这个贸易战没有全面爆发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会想象到贸易战成为了我们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每天一打开报纸新闻就是各种各样的贸易战的新闻。但17年年底的时候，在我们做18年展望的时候，我相信很少人把这个贸易战作为自己的 base case scenario。 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 risk， 它是一个 uncertainty， 而且这个 uncertainty 你没有办法给出一个估算，就你的产生的概率是多大。所以你在做预测的时候，你预测的是经济运行的趋势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当贸易战这种 uncertainty 这个不确定性发生之后，它加速了经济下行的趋势。有的专家会说，贸易战产生了之后我们的这个经济你把这个出口全部刨去，我们经济就下降 0.5%， 真的是这样的吗？这种专家很明显没有考虑到各种经济变量互相的纠缠和互相的影响。假如贸易战产生了 OK， 股票开始暴跌，公司或者说银行融资的时候出现了困难，公司上市出现了困难，对吧？你看有很多今年香港的这些独角兽基本上都破发了，搞了半天，对吧？有一些 pre-IPO 进去的那些人完了，就基本上是套在了高点。所以为什么繁荣的顶点的时候，你总是出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公司开始上市，甚至香港今年把这个上市的规则给改变了，你不用赚钱都可以上市。所以我们做中国周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灰色的线它来回来去，它的变动很快，它有很大的 volatility。蓝色这条线就是我们把这些噪音去掉，大家看到没有？灰色的这些 observation 这些观察值围绕着蓝色的这个主趋势在不断的上下的波动，过滤掉这些观察的 noise 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主的旋律起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主旋律跟我们宏观经济里头其他的变量，包括价的变量，包括量的变量，包括 survey 的变量，包括 leading indicator 的变量。 leading indicator 是一个综合指标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变量，都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大量的宏观经济数据围绕着这个主趋势以既定的旋律波动往前走。同志们，这个就是周期，我们眼睛 visually 看到周期。我们有一个 Pullman 的 market sentiment indicator， 14 days RSI。说你不想计算可以的，你只要看那个14天70我们就干嘛，对吧？然后下来是30，对吧？低值是30我们就可以干嘛？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14天的RSI呢 building 到我们的这个选股的模型里头。各位肯定有选股的模型啊，因为我总是觉得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我们做的这个 research 比我们对于放假的时候去哪里玩做的这个 research 少多了。大家花了大量的时间做的这个旅游的攻略啊，这个景点要玩什么，怎么样摆这个造型拍照啊。我们买股票的时候，咵一下 run 了一个模型，然后这个5分钟之内做出这个决定，根本就不管这个公司是什么。我们把股票当成了一个 lottery ticket 啊，它这个6位数的代码，对吧？每天不断的改变。我们用一些简单的规则，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价格的势能用 RSI 表示，我们用这个增长的潜质用这个公司的top line 的 sales 就是这个销售的增长的速度，我们用这个 ROE 来表示这个股票给各大股东回报，用这些指标呢去简单的 shorthands 去勾勒出一个公司的形象。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市场上的公司2000多个，香港大小公司也有2000多个，所以如果你一个公司去做研究的话，可能不现实。那所以呢，用这种 stock screen 这种选股模型的方式呢去做这个方法呢，它可以很快的 short list 几十个或者说10个可以买的公司，然后呢，我们再对这些几个公司呢做个研究。所以呢，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去描述公司的好坏，最重要的增长的速度、股东的回报、价格的强势 confirm 了这个公司的 quality。对于股东的回报，告诉你这个公司是对股东是友好的。增长的速度告诉你这个公司以前增长得很快，今后也会增长，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很正确的描述公司的质量呢？这个问题答案是 no， 这不可以这么简单的去看这个问题。曾经我去过上市公司调研我问他，我说你这个股票质押的这个条件很苛刻啊，因为你今年要增长，你的盈利要增长多少 %， 对吧？你才能够保证你不把这个质押的钱还回去啊，非常非常苛刻。16、17年的时候，股市非常好，上市公司说不怕，我质押回来的钱我买了股票，所以这个盈利只要这个股票涨呢，这个盈利肯定会涨，肯定能够达标。但是呢，到了今年你看到了，就出大问题了，对吧？质押拿出来的钱全部套在股市里头，搞得证监会要干预了，大家还记得吗？证监会干预了，直接说你到了平仓线也不让你券商平仓啊。那对于我们券商来说太惨了，同志们，简直就是一个不顾这个风险的。因为为什么会有一个平仓线呢？就是因为我们要保护券商的资本金啊。这个股票一下子跌了50%的话，你不允许我平仓的话，所有的风险是由券商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来承担呀。为什么不能够描述一个公司的质量？我们刚才讲的这3个指标，因为所有的这些变量，虽然它这3个变量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还要加一个新的更高的维度，就像我们计算 RSI 一样，我们要计算的是这3个指标相对于市场其他公司的强弱。比如说，这个公司每年增长100%，这个公司就是个好公司吗？不一定啊。因为它的增长可能是不可以持续的，也有可能这个市场上其他的公司每年增长200%、300%啊。所以突然一下你一看，哇，这个公司其实也不怎么地。这个公司每年 ROE 20%好不好？中国银行的 ROE 不低的。中国银行 ROE 你跟这个国外的银行比一下，不低的，绝对是处于国际的先进水平。为什么中国的银行它的估值上不去呢？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中国的银行它总是卖在了 price to book 的 discount 呢？为什么在香港上市的中资银行卖的 price to book 永远低于 A 股的中资银行呢？有没有想过？所以 ROE 高
不一定等于这个公司好。ROE 高，因为我们一下子我们可以做一个 2-point analysis， 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这个公司的 leverage， 它的这个杠杆率。杠杆率高的话，你的利润率不一定高。你可以用1% 的 margin， 100倍的杠杆，一下子把这个 ROE 放大。所以你还觉得这个 ROE 就很好了吗？不一定。短期 RSI 指标14天。到了70%，它就一定好了吗？它就一定强势了吗？可能这个股票它一直强，它过去6个月它每天都是70%，每天都是一个买。中国就有这样的妖股啊。所以像爱因斯坦同志说得好，所有的一切它都是相对的。增长率相对于其他的公司， RSI 相对于自己的历史， ROE 相对于市场上其他的公司，相对于自己杠杆率变化的情况，毛利率变化的情况，资本周转的情况，都可以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虽然这3个指标是非常好的描述一个公司质量的指标，也可以帮助我们很有效的建立一个选股的模型，它可以帮我们 short list 几千个股票里头找出20个股票，对，然后我们进入深入研，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告诉我们这些股票就可以买，这些股票就可以卖，它是一个参考。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呢，不一定向各位提供一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市场就没有答案。像我们周琦学长说的，这个东西没有答案，每个流派各有各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流派，不管是单一因子流派，还是哈耶克流派，还是凯恩斯流派，还是心理因素流派，还是实体经济周期流派，他们都还有熊彼特流派，他们都不遗余力地解释了一个东西，就是预期是怎么样变化。比如说实体经济流派，实体经济流派通过这个利润的扩张和收缩，产生对前端预期的影响，前端预期的影响产生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产生了你作为资本家投资的一个回报，对不对？凯恩斯同志说不一定完全就业，因为经济到了一个地方，你的这个需求曲线，因为你的这个边际消费水平不变，你的供给曲线在短期不能够有效的扩张，所以这个经济对于利率的变化是没有 response 的。所以凯恩斯把这个预期的因素，或者说他对预期的改变的解释，放在了自己理论的核心的部位。所以我们接下来向各位展示的是另外一个途径，另外一个预测市场，或者说另外一个预测周期变化的途径，就是我们去预测预期的变化。预期的变化呢是可以量化的，或者说它是可以 隐含在市场价格里头，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化向各位展示预期的变化。先讲一下有效市场，强有效市场，内幕消息不能挣钱。单强有效市场，那对于我们卖方分析师来说，那就完了，因为基本面的分析不能赚钱，因为所有的人看到的基本面都是一样的，同志们，所有人都去参加同一个业绩会，打同一个业绩 call， 得到的 information 都是一样的。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定义的话，半强有效的市场里头，卖方的分析师全部失业哈。弱有效，弱有效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历史的 information 全部都被 price in 了。所以呢，在弱有效的市场里头呢，技术分析不能赚钱。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介绍大家看 Angelo 写的几本书哈，他用这个量化的方式证明我们形成的这些头肩顶，这些图形都是有效的，因为这个图形的本身交易出来价格的本身隐含的就是市场预期的变化。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个著名的案例啊，大家肯定知道这个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故事啊，这是一个 out of the blue 啊。假设你今天有一个股票投资组合 Rover International， 给你负责航天飞机的发动机 ，Lockheed 负责这个地面的资源
Martin Marietta 负责外部邮箱 ，Morton 负责这个 O-ring。经过了几个月的国会的调查之后，我们发现由于这个 O-ring 的热胀冷缩的现象，直接导致了这个事故。我们看一下股票的反应，这个是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手上所有的股票都在跌。到了12点的时候跌到最深因为当时呢我们看到的是整个这个航天飞机在半空爆炸。在这个时候，同志们，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股票开始反弹了，但是 Morton 这个股票很奇怪，一直都没有反弹。所以老司机在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在看到4个股票负责航天飞机4个不同的部分产生不同的价格，在失事之后产生不同价格的反应。注意，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包括这些航天专家，包括这个市场，在这个时候 mark down 呢 Morton 这些开始反弹，反弹了之后，这些股票开始收敛了，其他3个股票跌势开始收敛，这是收市的情况。4个股票，3个微跌，1个暴跌，而且呢，恰恰正是最后我们发现是这个公司关联产生的事故。当时市场反应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市场可以知道这么快，在国会调查正式调查了几个月之后，才发现这个公司 ultimately responsible。All right， 所以这个就是股票市场对价格的反应。有效的市场呢，总是强调对信息反应的速度的有效性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市场的确是有效的，但是它的时间它是可以 delay 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有的时候消息出来之后一个 overreaction， 然后价格慢慢的收敛回到这个均衡的价格A 股经常是过度的反应的有的是 delay 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价格没有一下子运行到这个均衡的位置，而是呢慢慢的运行到均衡位置。比如说我们 A 股对贸易战的反应，一般来说一些长期的因素发生变化，我们会出现这种 delay 的 reaction， 因为市场不知道如何长期之所以长期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时间看得越远，不确定性就越大，不确定性跟时间的长度基本上是成正比的。所以呢，每年我们搞这个年度展望的时候，那是太痛苦了，同志们，真的太痛苦了。你要展望未来的12个月，你还要保证有一定的正确率如果这个市场是完全有效的话，它应该反应的是一步到位的，对吧？我们看一下实际的状况假如我们把所有的并购的消息以及股票市场、二级市场对并购消息的反应，把它们 aggregate 做一个 analysis。我们看一下 T0是我们的利好消息发布日，它可以是任何的利好。之前我们看到，在消息发布的2个星期之前，我们会看到这个股票慢慢的开始 run up， 然后在 T0的时候一步 mark up 到这里，然后股票再也不动。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股票市场会 anticipate？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消息发生之前，经常我们会有 speculation。再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国企的改革要进一步的深化，这个上海可能是试点好，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每天收盘的时候的新闻，就上海国企股受惠大幅上涨。所以呢，这个是市场可以说是半有效的一个体现。刚才我们讲这个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是一个很纯粹的、很直白的科学，我觉得它不一定有用，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图形都能给你100%的胜率。比如说，你突然看到一个股票双顶了，你双顶了，它就一定见顶了吗？然后你把这个价格曲线拉长来看，一看它历史上 stepwise 不断的出现双顶，有这样的股票很多，所以技术分析产生的这个图形，它给你的是对于现在形势的判断，这一个股票向某一个方向运行的概率大概是多少？没有人说双顶它就一定见底，但是双顶它可能65%、70%时间它见底了。2 out of 3 isn't bad，
有没有人计算过 A 股市场每一天正收益的概率？49%，真的有意思吧？至少16年前的数据是这样的哈。17年之后，因为这个股灾 collapse 之后，它可能这个数据会这个赢钱的概率会下降，但大概呢是49%左右。所以中国的 A 股是不适于长期投资的，同志们。如果你长期买了茅台、格力这些，的确是很好的，但是有多少人拿得住啊？你看到这个股票翻了1倍之后，你肯定走了呀。先把这个股票卖了，然后赶紧告诉朋友，我这个股票赚了100%，但是你看另外一个抽屉全都是亏钱的。所以中国股票是个很神奇的市场。大家看过一本书叫做《Beat the Market》，Beat the Dealer 嘛？60年代一个经典的著作《Beat the Dealer》，对吧？他讲述的是怎么样通过 counting cards 这个数牌计算桌面出了多少张牌，来计算这个赢的概率，对吧？然后呢，根据赢的概率，你怎么样去下注，这样去 beat the dealer。也就是出了这本书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赌场开始换牌，开始用2副、3副、4副的扑克牌做 blackjack， 去打乱你的，或者说提高你的 counting cards 的难度，是不是很有意思的这本书？后来这个作者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叫 Beat the Market， 这本书更好，我觉得讲的是怎么样啃上一个 portfolio。这个 portfolio 它的 pay off， 各位肯定学过这个 portfolio 的 pay off 就是它的这个 loss 是有限的，它的 gain 是无限的，形成了一个它的 pay off 类似一个 call option 的 pay off， 对吧？你可以用不断的 rise out of option put 嘛，对不对？然后手上拿了一个现票嘛，所以 long stock short put equals long call， 对不对？很简单。所以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证明呢市场无效的，证明了 A 股市场暂时没有长期投资的价值投资的土壤。几千个股票里头能够找出格力、茅台，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公司，但是能够找到这些公司并能够长期持续的拿住很难。所以呢，我们更热衷于交易。但是这样问题来了，当你在一个赌场里头，各位，当你的赢面是49%的时候，你觉得你每天下注你会赢吗？不会啦，对啊。所以呢，技术分析呢，帮助我们提高每天下注的赢面的概率。看一下这个图。如果是一个技术分析的高手就是他要做一个短线他会看这里是一个双底，所以呢，它这个价格要往上走，对吧？到了这里，价格运行了一个平台，不断的无法突破，无法有效突破，咔嚓一下它就要跌下来。它可以给你描述一个很完美的故事，但是呢，这些都是往后看的，往前看很难。技术在一个弱有效市场里头技术分析呢也没有办法。由于大盘股有了16、17年2年非常好的 performance 那么我们觉得呢，今年由于这个，我们曾经认为，由于流动性的收缩，由于这个存量的博弈、缩量的博弈，所以呢，在这个市场里头，它会产生一个分化同志们，今天分化很严重的。在分化里头，如果从基本面来看，盈利增长强劲的公司应该得到更好的收益，对不对？理论上是这样吗？所以这个理论在今年的6月份之前演绎得非常好。今年如果你在1月份暴跌之后买入小盘股指数或者买入这创业板指数，到了6月份暴跌之前，你的收益率呢大概在20%几左右，绝对战胜市场。当时市场已经跌了，从1月份到6月份已经跌了10%几，但是呢，你的小盘股的 portfolio 赚钱了。长期来看呢，中国的小盘股的效益也很明显。中国一个小盘股的组合远远的，我们就是每一年买这个市场上市值 rank bottom 10% 的股票，就是最小的10%的那些公司的股票市值，每一年都买。那么我们产生的这个股票的回报呢，大大的超出了这个整体市场的，尤其是大盘股的回报。同时，我们把这些股票组合，就是我们把这个股票，我们把它
分成10个 percentile， 对吧 ？Bottom 10， second bottom 10， 然后到 top 10， medium 10， top 10。我们把它分成10个组合，每一个组合根据它的市值的大小来排列。然后呢，我们把它的这个 average return 和这个 beta 放到这个图上，同志们看一下，很有意思。最小的市值的组合，最大的市值的组合，他们的贝塔，或者说他们对市场的这个变化的敏感度，对整体大势变化的敏感度，基本上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同时我们看到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最高最低点啊。那么小盘股来说，它的最高最低点的宽度 dispersion 比这个大盘股的最高对最低点的宽度，这个 dispersion 要大很多。什么意思啊，同志们？对啊，你要忍受很强的波动，你才能够挣到这个 return。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经典至理名言：富贵险中求。想象一下，为什么小盘股有这么好的超额收益？除了我们用这种模式去解释小盘股的效应我们还可以从交易的角度，从一个交易哲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有一个或者说更容易理解的方法去理解这个现象。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市场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大盘股，一个小盘股，对吧？假如我告诉你小盘股有超额的收益，那么这一个超额的收益它一定是从大盘股来的，就是大盘股的 underperformance 来的，或者说负超额收益来的，对吧？这样整体的市场才能加总才能有一个几何的平均，小盘股在上头，大盘股在下头对吧？所以小盘股的长期的超额收益一定是从大盘股的长期的负超额收益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小盘股流动性非常差，很可能你建仓之后进去之后，你很多小盘股你想出来是出不来的。所以为什么股票暴跌的时候大盘股先跌因为它的流动性好我卖的时候我不需要承受一个非常大的折扣，我才能够把这个大盘股让给别人。但小盘股不是这样，你股市涨的时候可能它成交量稍微放大一点，但是到了股市跌的时候，这股票根本就没有流动性。所以作为一个小盘股的股东，当你知道你以后进了去可能出不来，很长一段时间出不来的时候，你被逼的要考虑到这个公司的一个 long term 的 prospect。 同志们还记得吗？股票的预期，买方卖方的预期是怎么样互相影响的？对于小盘股来说，很可能你的价格的波动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它是一个 discrete 的波动，它不是一个 continuous 的波动。同志们，今天有价，明天没价，后天还是没有价。一定要市场非常好的时候，你才能够把你的仓位卖出去，你才能够收割。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作为一个小盘股的股东，你又被迫考虑长期的因素，一个 long term 的 effect。 同志们，所以小盘股的股东才是一个真正的长期的投资者。我们怎么样战胜市场？我们通过我们的模型、我们的哲学、我们对市场的观察、我们的交流，我们把每天我们的赢面提高到65%以上，很容易的，同志们，等一下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证明。刚才我们讲了，情绪的变动引发预期的变动，预期的变动引发周期的变动，周期的变动引发股票供需的变化，从而产生价格的波动。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做市场的情绪的模型。在我自己做市场 call 的时候，情绪的模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的部分。
它把我的赢面提高到大概80%左右。刚才我们讲了，情绪指标里头，它不可能只有一个因子。我说我们要 cross reference， 我们要交叉的验证。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应该是林肯说的，他说你能够欺骗一小部分人一辈子，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一段时间，但你不可能欺骗所有人一辈子。所以在我们做 cross reference 的时候，市场自然会给出各种各样的信号，这些所有的信号它都要 reconcile with each other。比如说我看到 RSI 14天存在的一个超买的现象，我就赶紧去卖了它吗？同志们 ，maybe not。你看一下，从14年10月份到15年6月份 ，RSI 持续的超买，每天的成交量不断的放大。所以14年10月份，你一看到 RSI 超买的时候，你冲出来，那基本上这个结论就是错的，因为在当时 RSI 超买的时候，同时我们出现了市场整体利率降低 ，liquidity condition substantially improved。那么在这个时候，超买的现象或者说这个价格的反馈的系统是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系统。它向你给出来的 information， 因为在14年6月份之前，13年6月份到14年6月份，这个市场一直处于一个 depressed， 经过了1年的 depression， 一直在2000点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大家挣扎了很久啊。被钱荒烧伤过的朋友们都不敢进场，包括我自己。我们是在14年8月底的时候才改变对市场悲观的看法。所以所有的指标必须告诉你同一个故事，但是没有一个模型可以给你100%的胜利。大家知道，在美国，第3大的导致 fatality 就是这个病这个人啊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吗？第一，肥胖症以及并发的症状；第二是癌症 cancer。你知道第3是什么吗？第3个大的致命的 factor 是医院的误诊。没有想到吧，同志们，这么先进的技术，这么牛的这个医生，各种什么 John Hopkins 毕业的医生，各种的先进的 diagnosis 的 equipment， 错诊的概率是80%，实在是太惊人了。所以这个例子我只想告诉大家，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系统，甚至你认为是完美的系统，表面上完美的系统，它可能都不是完美的，它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模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模型里头所有的 factor， 所有的星座全部都一字排开。我这里呢列了一些常见的 list of factors。这里我们把整体的市场呢分成几个部分。一个呢就是我们一级市场，一级市场就每一个市场的参与者的不同的情绪的部分呢，它在做一个分割啊。一个是一级市场的情绪，一个是二级市场的估值的水平啊，一个是这个二级市场的活跃的程度，一个是二级市场的微观的结构，投资者风险偏好。然后呢，看一下外围市场。一级市场呢，我们很容易啊，就是我们有这个首日的涨幅啊，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啊、市净率啊、换手率啊，所有的上市公司里头上涨的份额、下跌的份额等等哈，这些都是我们观察一级市场情绪的一个好的指标。一个一级市场情绪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首日的涨幅咵大幅的上升。当然现在这个指标已经没有用了，但是呢，曾经或者说在国外，在香港呢，这个指标还是有用的。首日的换手率，一上市大家急急忙忙的把这手上的东西全部扔出去，这情绪一定不好。如果你想着后头还有钱赚的话，你一定 hold 住手上的股票。
不在上市的首日一下就把它抛掉。市盈率，当然现在这个是指标也没用了，都是23倍啊，但是上市的市盈率啊，上市的时候各位做投行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吧，打电话询价，我这个股票给你16到18块钱买不买？如果大家勾表啊，这个然后把这个单发回来一看，哇，20块钱都有人买，情绪非常好，非常高涨。这个单下单的速度，清货的速度，很容易的说明了整个一级市场的情绪。上市的头20天就头4个星期的涨跌幅，这都是很显而易见的，这是一级市场的问题。但是一级市场有一个不对称的现象，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东西叫 IPO 停发的啊，就是这市场一不好，哎，我们觉得是因为这个股票供应过多，所以呢，我们把这个 IPO 市场停了，不发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当股票低迷的时候，突然一下你会看到 IPO 市场没有数据了。同时，我们看到首日涨幅被控制在44%，上市的市盈率被控制在23%。所以呢，在中国市场里头，这个是一个参考的因子，甚至在我的模型里头，我不会把它纳入成为我计量我的情绪的市场情绪的一个因子，因为它的 data availability 有问题。那么我们看一下二级市场，二级市场很有意思啊。二级市场呢，我们看估值水平、市盈率、市净率等等，这个直接的反映了一个投资者的情绪。或者说，如果我们没有别的方法的话，我们直接可以观察市场的估值的水平，来测量一个比较相对长期的，不是一个 daily 的，一个相对长期的市场情绪。因为当市场情绪非常高的时候，投资者更愿意出高价，更愿意出一个很高的市盈率去买这个股票。但是呢，中国 A 股它不断的给大家新的挑战啊，就是在中国的 A 股里头，我们的市盈率在这么多年，从90年代我们开始有股市到现在，如果你回去看一下我们的市盈率，它是一直在向下的。为什么这一轮抄底卖方都没有成功啊？为什么他们从3000点开始抄啊？因为他们觉得便宜啊。3000点的时候，他说：“哎，这个股市的这个估值回到了这个16年2月份股灾第3次股灾的水平。那么，所以呢，这估值已经见底了，所以3000点我们可以抄。结果一看，下头一看还有400点，下头还有10%，整个股票的指数跌了10%的话，一些个股可以腰斩，马上。terrible， 忘记了风险的控制，所以市盈率的确能够衡量市场的情绪，但是我们在中国的 A 股里头运行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高，什么时候低啊，同志们。我们刚才介绍了各种各样的移动平均法则，15点移动平均、7点移动平均、exponential 移动平均、可变换长度移动平均、time weight 的移动平均，所有的这些指标，它都让我们与时俱进。假如我们做一个3年的移动平均，或者说一个7年的移动平均，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个趋势向下的变动变成一条线，变成一个水平的 range bound 的一个变量。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个市值比上 GDP， 它有一个缺点，它的缺点是它对时间不敏感，因为 GDP 每季度报一次。所以呢，你要等到季度末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新的考量的目标。当然，你可以 assume 我们 A 股每年 6.5%， 然后你不断的 grow 你的 quarterly 的 GDP， 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呢，我知道呢，我们中国 A 股投资者做择时的时候，做这个 timing 的时候，他希望是精确到哪一天呢？看过我们2015年6月份那篇股市泡沫论的文章啊，那篇文章发表在6月16号，5000多点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啊，我们写了一篇叫做《伟大的中国的泡沫》啊，这篇文章很及时。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觉得情绪非常高涨呢？除了我们等一下看到，我们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情绪模型的结果之外，
当时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什么呢？当时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股市的换手率大概是每5到7天整个股市周转一次。中国的股市 totally turnover， 同志们，这什么概念啊？在台湾股市90年代泡沫的时候，它的换手率14天，每2周整个股市周转一次，那是台湾最疯狂的泡沫。台湾一直到去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17年的第4季度，台湾的股票市场才重新回到90年代的高度啊。但是各位，由于这个失落的20年啊，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日本，我们现在去台湾去日本，我们看一下，我们旅游很爽啊！一看那台湾的物价几十年没涨，泰国的物价从98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我20年前去了，一看这个椰子20 baht， 20到25个泰铢，对吧？现在你去20个泰铢，一点都没有变。My God， 便宜的要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泡沫把他们的存量财富洗掉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换手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当时呢，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中国的股市的换手率比台湾90年代泡沫顶点的换手率还要快1倍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泡沫。微观的结构啊，我们比较一下小盘股的相对收益率。为什么我们要比较小盘股？小盘股的贝塔很高，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搞一个10个 portfolio， 对吧？小盘股的贝塔是远远的在最顶端 1.8 到2，同时呢，小盘股的这个 volatility 很高。但是为什么我要用相对呢？我为什么不直接就用小盘股呢？把这个大盘的噪音过滤掉，剩下就是纯的情绪、资金变动造成的价格的变动，对吧？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爱因斯坦说的啊，这不是我说的，所有东西都相对。Very very good。上涨的股市的比率，这个股票的比率太简单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你看我们这里用了一系列的不同的信用评级的利差，从3A 到 A， 6个月的利差。那这个很好理解哈，不同的信用的评级，同样的 duration， 同样的6个月的这个债券，不同的信用评级反映的是市场对不同信用评级的定价。市场越兴奋，不同的信用评级之间的利差就越小，对吧？很简单，所有东西都是啊，大家一看没有风险啊，反正3A 也是一个价 ，A 也是一个价，没关系，因为市场风险偏好很强。外围的市场情绪 ，IVIX，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模拟呢？怎么样模拟这个隐含波动率呢？香港有个2823就可以了。两融的存量为什么它反映的情绪不用减少？但是两融的存量真正的进入各位的视线呢是股灾的时候。那股灾的时候，我们两融的存量达到2万亿，场外的融资可能是场内的融资的1倍啊。所以两融的存量并没有考虑到场外资金的变量哈，所以这个只是一个 approximation， 所有的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因子，它都是一个 approximation of truth。 There is no absolute truth。 它是类似于真相的东西，它给大家描绘了一个类似的市场的情绪的变化的情况。同时这一些因子我相信大家应该也见过啊，我只是把它分类了，然后呢我把它做了一个 regression， 同志们看一下，一个整体的相关 correlation 的一个 serial correlation， 一个是我们滚动的 rolling 的 correlation， 对吧？这就跟我们就是说我们把2个数列扔到这个 Excel 里头，然后我们 equal CORR 算出来一个 65%， 它解释了股票市场 65% 的价格的波动，还有的就是活跃的程度，什么换手率啊，解释了2/3的价格的波动。所以在做 regression 的时候啊，同志们，在做 regression 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断的往这个 regression 的 equation 扔一个 independent variable。那我向你保证，
你的 correlation， 你的解释的程度一定会不断的上升的。随着你扔进去的自变量越多 ，independent variable 越多，那么你的这个解释的能力 correlation R square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是不是？因为解释的能力不可能是负的，它最多不能够解释任何的 correlation， 但是它一定能够解释0或者 greater than 0的 correlation， 这个 price variance。所以我们只要不断的往里扔自变量，它一定会上升的。那么在我们做这个检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证明这一个自变量是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的呢？我们怎么样证明这一个自变量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包括在我们的这个 equation 里头呢？ t-test 还有这个 adjusted R-square， 这都可以，有很多种方法。然后每一个自变量是一个 t-test， 整体是个 z-test， 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记得这些含义，我们不需要记得具体怎么做，因为各种的这个回归的软件都给你做好了。所以除了这一些以外，我们还可以扔进去其他的，比如说人民币的汇率，在岸和离岸的人民币汇率的价差，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流动性收缩。就像最近这几天，为什么港币大涨啊，同学们？为什么港元大涨啊？加息了，对啊，美联储下周加息，我们香港已经加了。所以这一些指标，别的 asset market 就是这些别的这个资产类别价格的变化，同样可以反证我们 A 股的价格的变化，对不对？那还在海外做的，你还可以用这个 forward price， 人民币的12个月的这个 non-deliverable forward， 它的交易的活跃性很好啊。虽然海外人民币的存量已经不足5000亿，曾经是1万亿的，现在变成了5000亿。那么我们看到的是12 months forward 不交割的 forward， 它的成交量非常好。甚至我们还可以用铜的价格的 spot price 的变化情况，我们还可以用期货市场里头，比如说我们的股指期货，不同的期限、不同的 duration， 就12个月和1个月的价差，可以这样做吧，对吧？所有的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段通过价格表现出来的风险的偏好。所有的指标都应该向各位反映同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时候一下子我们在这个赌场的胜率从 49% 一下子提到了 80%， 就这么简单。接下来这些图我向大家实际的展示我们 A 股的所有的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这些都是有领先的含义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图，我们把上证指数和上证的这个 trading volume 做一个简短的比较，看一下非常的 perfect correlation。然后到了08年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成交量呢一下子垮下来 collapse 下来。这个就是我们股市寻底的过程。股票市场的需求的曲线，它是一个 given goods， 积分产品。什么是积分产品啊？价格越低我越不买 ，it's terrible 这是中国的股市。看一下账户开户的数量，我们做一个 trend 我们看一下，它跟深证13周以后的这个回报率呢，它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反比的关系。为什么？同志们？大家情绪好了之后，想买的时候肯定要开户对吧？所以呢，越多的资金入场，体现在呢，这市场的情绪过于的亢奋，所以现期的股票的价格会被 bid up， 但是呢，远期的股票的价格，3个月之后的股票的价格，它会被 depress 掉。越多的人进场，就是我们越要警觉的时候。这张图我们展示的是一个 anchoring 的效应就是说，
在整数点位的时候，一个神奇的效应啊！整数点位的时候，我们看到上证500点、1000点、2000点，每隔10年翻一番啊。96年的时候，最低点大概在500点左右；05年的时候，最低点大概在1000点左右；14年的时候 ，just under 2000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对数的上升的这个趋势的一个痴迷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负反馈泡沫啊，我们现在的用的另外的一个情绪指数，我们看到一个 plunging 啊，大概在1月的最后一天，在1月30日左右，最后一个交易日达到了历史的高点的时候，这个对应的就是我们上证的3600点，对不对？对应了我们香港恒生指数的34000点，现在 crash 到这个相对的一个低点，日期都给大家标出来了，红点都是这个我们 call 的这个位置啊，准确率非常高。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呢，市场的情绪呢非常的低迷，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指数呢运行到一个长期对数上升趋势线的一个支持的位置。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中国的3年的周期正在迅速的进入了一个下行，可能进入了一个尾部的位置。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股市市场呢从6月份以来一直持续呢在超卖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知道肯定的这个市场在底部，所以这样的模型它能够让我们知道哪里是高，哪里是低。那么如果我们不想做这么复杂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先把股市的风险和回报简单的全部扔到一个平面上的，就是每一天对应的价格产生一个回报，每一天对应的价格产生一个 return， 对不对？一个 volatility 很容易算的，同志们，这个很容易算的。然后我们把它全部扔到一个平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分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布，它是一个对称的 U 型的分布。也就是说，在股票风险大的时候，你承担巨量的风险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赚钱。为什么这个图有2种颜色？这个点为什么是黄色、红色呢？我把整个市场的所有的 observation，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分割线把它分成2个观察组。黄色这个是高于200天均线的风险和回报的分布，红色的点呢是我们的低于200天均线的风险和回报的分布。我们看一下，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切割之后，我们 visually 我们看到整个 dispersion 是在收敛的。什么是收敛啊？当你的回报的 variability 收敛的时候，你的风险是在降低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整个风险和回报的分布是往上 skew 的，就是往上提高了，对吧？你看下头还有这么多红色，这个亏了很多钱呢。它不能保证你不亏钱，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标，但是它极大的减少了你的 return 的 dispersion。同时呢，它把你的 return 的 distribution skew upward 到了一个正分布的区域。我们看一下简单的 statistics， 从01年开始的计算的200天移动均线，一直持有，你的回报率 3.4%， 基本上跟中国的通胀差不多，比中国的国债的这个回报率要低很多。你要承担的 23.8% 的 return 的这个 variability， 你的 Sharpe ratio 是负的，同志们。你承担的风险越多，你的回报越低。你的 max drawdown 就是你最大的回撤 71%， It's gonna clean you up， 同志们。100块钱剩下30块钱，哎呦我天，这个打击绝对的，我告诉你，你去赌场的时候，那就是一个 devastating 的打击，很可能会造成这个人继续的向赌场借钱 double down， 结果越输越多，越输越多，一直持有。Time in the market 100%， 永远满仓，每一周赢的概率大概在 51% 左右。最后呢，100块钱呢变成了186块钱。如果我们仅仅在价格运行在200天均线以上，我们进行投资满仓，
同志们看一下，你的回报率22%，你只有16%的时间在市场里头，大部分时间就是80%几的时间你是空仓的，你可以很好的睡一个觉。只有16%你有仓位满仓，你可能有一点风险，有点 variability， 但是你的 Sharpe ratio 同志们 is going through the roof。你最大的回撤不到30%，100块钱你亏的最多的时候亏了30块钱，你可以很有效的保护自己。然后呢，你的100块钱变成了4000块钱。我喜欢这个系统，它很简单，谁都可以用。我稍微讲一下我们对形势的判断吧。这个图很有意思啊。这个图大家都见过，就是我们简单的把4大央行所有的资产负债表，它的这个 balance 啊，我们把它放在图上，跟大家比较一下。我们看到的是为什么我在2014年 Jackson Hole 这个 meeting 画了一个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盛会，同志们。当然我们现在回去看所有的东西都清楚，在2014年之前，我们央行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挂钩的，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 peg currency。那么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世界最大的2个实体经济，一个17万亿的，一个10万亿美元的实体经济，他们的 currency 是 peg 的。这简直是一个魔幻的世界。为什么说2014年的这个 Jackson Hole Meeting 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盛会呢？因为各位看一下欧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的情况，从09年到11年欧债危机之前，这个欧央行在不断的扩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一直到呢12年的时候，在欧债危机暂时风波平息的时候，欧央行为了遵循欧洲的 Growth and Stability Act 这个增长与稳定的协议它不过分的 monetize 自己的 government debt 它不在这个市场上呢过多的公开的买政府的负债，导致呢欧央行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呢，在12年到14年之间暂时的收缩，一直到14年的 Jackson Hole。为什么 Jackson Hole 所有人都关注不是因为全球央行都去参加，是因为10年 Jackson Hole Meeting 上，我们 Bernanke 同志向各位陈述了 QE 的重要性和 QE 的 rationale。在14年8月份 Jackson Hole Meeting 的时候，德拉吉同志做了一个历史性的讲话，同志们。德拉吉同志在14年这 Jackson Hole 的时候，抛开了自己已经拟好的演讲稿，上来给大家说，痛陈了欧洲的一个失败的事实，就是他说欧洲的 aggregate demand is insufficient。因此，在这样的总量需求不足的环境下，即便当时欧央行把利息调到0，市场也没有对这个货币的供给没有反应，没有产生新的借贷。当时欧洲5国，像这希腊这种国家，年轻人失业率25%，4个人有1个人失业。然后德拉吉说，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如果欧央行不入市干预的话，这个欧洲的经济很可能一蹶不振。同时呢，他暗示美国经济的繁荣和复苏，正是因为美联储扩表产生。同时，这个德拉吉先生呢，向大家outline了3支箭一个3支箭的这个计划，开始入市购买。同志看一下，14年之后，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一下扩大了。中国央行做了另外一个事情，到了15年8月份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第2次股灾，由中国汇改引发了第2次股灾。为什么股市那么动荡？
我们还要搞汇改啊。大家都知道，以前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市场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这个 CNH、CNY 在岸离岸市场这个汇率变化反映这个市场的流动性的紧缩，以及我们市场对资金变化的敏感度。所以以前每当人民币贬值的时候，我们市场交易员是很害怕的，因为当人民币贬值的时候，我们中国过剩的产能产生的 deflationary 的 pressure 就是这个通缩的压力，通过货币贬值向海外输送。所以8月11号那天，中国央行一下子在自己的网站挂了一个以中文的形式挂了一个，要求所有的外汇的做市商以前一天的收盘价集合竞价报给这个外汇管理局，从此制定中国的汇率呢 peg 到一篮子货币，而不仅仅是 peg 到一个美元。同时呢，我们看到呢，人民币汇率价格的变动更多的由市场的力量驱动，而不是由央行每天 set 的这个 mid price range 来驱动。在这里，这是顶了巨大的风险呐。为什么啊，同志们？看一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汇率的脱钩表示了我们货币政策跟美联储开始脱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联储最近的2次加息我们中国的央妈是没有跟的。同时呢，在13年和15年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这个图我用过很多次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图大家反正上来一看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这个全球发生危机，现在相信连出租车司机都耳熟能详了。这个图的正解并不是我们要产生一个什么危机啊，这个图的正解是国债长期下行的趋势长期发生了改变。所以想象一下，当美国的利息环境不断的在收缩的时候，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还是在350万亿到400万亿，是我们中国 GDP 的5倍的时候，同志们，美联储要收缩，然后我们因为这个货币这个汇率的原因要跟着它 peg 的话，同志们，这个后果不敢想象。在这么大的一个泱泱大国，我们失去了货币政策的主导权，那么在下一个治理房地产泡沫的这个战役里头，我们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所以2015年8月份，即便是我们股市呢产生一个巨大的波动我们也要把这个汇改呢搞下去。在宏观经济上，账目的对应是我们经常性账目的一个盈余，一个 surplus。我们的 national saving 就是我们的经常性商务的 surplus。我们把这些 saving 买了1万多亿美元的国债，那么这个对应的是美国的 dissaving， 以及我们中国人巨量的储蓄长期的压低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造成了这个美国国债部分原因造成了美国国债30年下行的趋势。一直到这里同志们，我们中国人开始不存钱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债的这个双底很可能它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变化。因此为了在下一个阶段我们争夺到主动权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货币政策主动权呢收归在手里。这就是2014年8月份到15年8月份产生的历史性的变化。我们身在其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当时由于市场的巨量的价格的波动，一天成交3、4万亿同志们，换手率7天整个市场换一次 ownership， 我们都被这些东西 obsessed。 这些东西恰恰也告诉了我们的预期，或者说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怎么样被每天市场的波动所左右。所以一个好的投资者，他一定是一个跟市场保持一定距离的投资者，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每天盯着它看的话，你每天都会被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各种各样的 price variance 左右着。这是我们比较的，看一下蓝色这条线，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同比变化的情况。汇率、股市和股市的波动率基本上遵循了一个3年的周期。同时呢，股票市场价格和股票市场波动率
是央行资产负债表收缩扩张的一个反应啊。因为央行恰恰是这个社会货币的供应者，它是一个 supplier， 它的决策的 reference point， 它的参照物是上一个时期的资产的价格 P-1， 所以它的决策总是之后，它总是在市场产生了一个，或者说在经济周期收缩的时候，它要采取一个逆周期的效应。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经济的周期的指标呢开始运行趋向底部，我们的情绪的指标呢开始趋向这个底部，预期情感的变化 sentiment 的变化产生这个预期的变化，预期的变化产生这个经济周期的变化。